2级实力的小卡拉米，就让你来试试我此刻的战斗力。全民穿越航海求生，开局一个木筏一根鱼竿，而我获得概率100%系统。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航海旅行。这是什么鬼？我怎么在海里？欢迎来到全球航海游戏，在这里你们要尽全力的搜索物资，升级载具，这是你们生存唯一的依靠。不管你们遇到了谁，同类、怪物，请保持警惕。这个世界你能相信的只有自己。你们有3天的保护期，3天内在载具上不会受到任何伤害。3天后新世界开始，30天后你们将面临第一场大天灾。这是一个界面出现在我面前，仓库、交易、制造、聊天4个选项，而界面最上方还有一排小字：新手保护器剩余时间和第一场天灾来临的时间。倒是跟以前玩过的一些求生小游戏很像。我顺手点开聊天界面，一瞬间里面传来一大堆吐槽的信息，随即我又打开了仓库，里面只有一个木筏和一根钓竿。我查看了木筏的信息，粗糙的木筏，等级1级，看上去很破，实际上更破。虽然我会游泳，但一直泡在水里也不是个办法。召唤木筏，随即一道光芒亮起，一个简陋的木筏出现在了面前。上了木筏之后，我召唤出了鱼竿，同一时间信息也弹了出来。鱼竿不可升级，新手期结束消失，1%的概率钓到东西，1分钟冷却时间。虽然没有鱼钩，但是万一有傻鱼愿意上钩呢？连个鱼钩都没有，咋钓鱼啊？即使成功钓鱼，怕不是吃了也影响智商啊！我随即又打开了制造页面，里面显示除了制作东西所需要的材料，只不过我现在一个都没有。我此时又打开了世界聊天，我又渴又饿，能有人能交易我点水和食物吗？我用原味的袜子和你换。大家的仓库都是木筏和鱼竿嘛？木筏就算了，那个鱼竿也能叫鱼竿吗？连个钩子都没有，我刚才就开始钓了，啥都没见着。我钓到了一只皮鞋，我钓到了一块烂木头。消化了一大堆有用的信息，我也明白了1%钓到东西，原来不一定是鱼。此时我的肚子也是响了起来，好饿呀，好渴呀，看来还是要钓鱼碰下运气。随后我掏出鱼竿一下插入水中，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是否开启概率100%？概率100%，欧皇天赋，这是我的金手指来了吗？是否开启？倒数5秒，没有确认视为放弃。5、4、3。是，开启概率100%。概率100%，欧皇天赋开启成功。游戏中使用具有概率的道具时，成功率都会达到100%。没过一会，我的鱼竿开始上下浮动，我一把拎起鱼竿，只见一块木头掉了上来，意念移动，木头也是存到了仓库，木材资源也是+1，这倒是很方便，就是不知道每个物品栏能堆叠多少个同样的物品。随后我继续下竿，1分钟冷却时间过后，我又钓到了东西，一个海螺壳，评价垃圾。我又继续下竿，几分钟过后，我终于钓上了一个活物。终于钓到活的东西了，看来这个概率100%的天赋是真的。虽然东西五花八门，但概率也确实是100%。把东西收进仓库，我又开始下竿，随后陆陆续续的钓上来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个木质宝箱。有了这个100%概率，接下来3天的保护期，我要尽可能利用鱼竿收集资源。半天时间过去，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我这边也是清点了仓库中的物品。木材46，铁块28，容器16，植物纤维30，水产3000克，木质宝箱3个。虽然没有淡水，但食物倒是不缺了。可是没锅没火总不能生吃吧？这个木质包厢应该跟其他游戏一样，能开出其他什么东西吧？意念移动，3个宝箱被虾滑取了出来，很快一道光芒亮起，里面也开出了3个东西。番茄的种子1包，矿泉水550毫升3瓶，木筏升级图纸1张。水，终于有水了。虾滑迫不及待地拿起水喝了起来。虾滑随后又打开了木筏升级图纸，看了信息之后，原来是前期必得的一个道具，使用之后脚下的木筏也是从1级提升到了2级。随后虾滑又打开了游戏界面，里面的新手保护期时间也只剩下了2天多点。3天后的危险跟30天后的天灾确实让人有忧心忡忡啊！看来面对海上的风暴，升级载具是唯一的选择。心念一动，虾滑又打开了世界聊天。有没有人救救我？我感觉自己快渴死了，求一口水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喝海水。谁给点吃喝？等离开这个游戏后，我保证送你1个亿。哪位小哥哥可以送点水给我吗？人家可以跟你亲亲哟。你只要龙换1升水，要的点我交易。随后虾滑又打开了交易系统，里面一排排数不清的商品挂在界面上，有马保果卖的自编秘籍，有张三卖的木材，还有李四卖的鲍鱼。随后虾滑打开了一个打火机的商品表，兄弟，200毫升水换你的打火机行不？不行，太少了，我这可是打火机，人类没火可活不下去，最少800毫升水。现在这个时候，你说是水值钱还是打火机值钱呢？我这只有一瓶550毫升的水，我自己喝了一半，还有300毫升左右，最多给你220毫升，你不要就算了。算你狠，一口价250毫升，你同意我们就交易。随即一个交易框出现在界面上，交易成功后，虾滑拿着手中突然出现的打火机，虾滑露出一丝微笑。以前毫不在意的东西，现在却如此珍贵。虾滑打开了制造界面，里面显示出了制作东西需要的材料，有燃烧的柴火、
脸盆、铁锅并用的容器、10厘米长的小刀。虾滑随即制作了2个柴火、2个铁盆、1把小刀。虾滑又拿了4根木材和纤维出来，把木材跟铁盆简单的搭建起了一个灶台。然后虾滑又拿出一条鳕鱼跟8爪鱼开始清理，切成小块丢进盘里，发出滋滋的响声。这么美好的时刻怎么能不跟别人分享呢？随后虾滑打开了聊天频道的截图功能，随即拍了张照片发了上去。凉凉海风，木筏，篝火，晚餐，真是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夜晚呢。啊，大佬，你身上还缺挂件吗？求赏口吃喝。秦始皇，吃喝。我还在吃生鱼肉，太腥了呀！这货老凡尔赛了，我的刀呢？我要砍了他！吃饱喝足的虾滑随后又开始将鱼竿甩进大海。不知多久，钓鱼老虾滑终于进入梦乡。第二天，虾滑被一阵提示音吵醒，生存点成功激活，开始商城系统，载具等级1到9，商城等级为1级，载具等级10到19，商城等级为2级，以此类推。生成点，商城，估计是达到某种要求，又开新的功能了。随后虾滑打开了游戏界面，上方的倒计时旁边又出现了生存点的提示。虾滑点进了生存点看看。生存点是根据每天获得的生存物资和生存载具提升而评估出来的分数，第2天刷新统计，可以用于在商城内购买商品。原来是昨天用鱼竿钓到的物资，还有升级木筏，今天系统就做出了评估，奖励了分数。随后虾滑又打开了商店界面，里面赫然只有一个商品需要98的生存点。新手福利大宝箱，80%的几率开出10件物资，19%几率开出白色道具，0.9999开出蓝色道具，0.0001开出紫色道具。福利宝箱吗？我靠着欧皇天赋才弄到136生存点，别人恐怕是个位数，不知道值不值得买呢。去看看别人怎么说吧。说完，虾滑便打开了聊天频道。这个商城系统是什么鬼？里面的宝箱居然要98生存点，我才8点，啥时候才买得起啊？生存点嘛，我有15点，你们有多少？你们怎么这么多？我才3点，是我运气太差了吗？以我多年企业游戏玩家的经验，生存点现在只能在商城用，不买留着当传家宝嘛。虾滑看到这里也想通了，也对哦，生存点目前好像也只能在商城用，不买干嘛呢？随即虾滑便打开了商城购买宝箱，随后宝箱便出现在了虾滑面前。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概率100%天赋。随后一个光芒亮起，一堆物品出现在了木筏上。欧皇天赋连这种宝箱都能影响。之后虾滑便开始清点起了面前的物品。火腿肠2根，酸菜牛肉面5桶，大梨3个，白色品质防晒霜1瓶，蓝色品质驯兽卷轴1张，紫色品质海水分离器1个。我的天哪，这一下子爽翻了！驯兽卷轴这不就是100%的概率了吗？有空找个动物试试。虾滑随后打量起了眼前这个分离器，虾滑制造了1根柴火丢了进去，又用空的塑料瓶网成了满满的海水倒进去。不一会，虾滑就得到了120毫升的蒸馏淡水和粗糙的食盐2克。一会的功夫，虾滑就把分离出来的淡水冲了桶面，随后又打开聊天界面截图发了出去。早餐火腿方便面，真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啊，虾滑大佬又凡尔赛了。我的刀呢？我要砍了他！大佬，等会你吃完了，能不能把这方便面给我？我想喝口汤。楼上的汤喝完了，别扔，空盒给我舔一舔。隔壁的小屁孩都馋哭了。在游戏世界，这种感觉实在很不错呀。上个厕所先，等会接着钓鱼。随后虾滑便走到了边缘一边，开始了自己的拉粑粑之路。就在这时，远处一个鲨鱼正在快速袭来。虾滑感到异样，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妈，鲨鱼啊！虾滑屁股都没擦，直接趴回了木筏上。鲨鱼这时加速冲了过来，直接撞在了木筏上。新手保护触发，成功抵御了1次攻击。虾滑这时候仔细观看起面前的鲨鱼。新手保护期时间不多，那时候他没走可咋办啊？对了，我有驯兽卷轴啊！随后一张卷轴出现在虾滑手里。使用本道具时，需要使用者用手将卷轴贴在需要驯服的动物身上3秒钟即可生效。用手贴着，哪个脑子进水的策划想出来的呀？虾滑打开制造界面寻找工具，里面显示可制造的物品都对付不了鲨鱼。随后虾滑又清点了一下自己的仓库，升级的材料还差一些，去交易看看吧。打开交易之后，虾滑用100毫升水换了木材15个，又用150毫升水换了植物纤维10个。之后虾滑去到了拍卖栏上架了物品。淡水1升，交换所需木材、植物纤维、布器；水产食物3000克，交换所需木材、植物纤维、布器。商品刚挂上去，就有人私聊了过来。虾滑大佬求翻，我有10单位的木材，不知道能不能换80毫升的淡水。这个价格虽然贵了点，但是在能接受的范围。说完，虾滑也懒得还价，直接点了交易。随即又一条信息传来：你好，我这有把精铁鱼叉，想换你2000克的海鲜。精铁鱼叉2米长，质地坚硬，叉鱼我是认真的。这个鱼叉对一些渔民倒是个好工具，但是我有100%概率钓鱼，根本用不上。虾滑随即继续翻看着一条条的消息，武器是一个没看上，
最后交易到了不少的木材和植物纤维，东西收进仓库之后，也达到了木筏升级的需求。虾滑也是毫不犹豫的连升了3次木筏。普通的木筏，等级5，面积128平米。虽然木筏变大了，但它还是一个木筏。随后虾滑试探性的来到木筏的边缘，远处的鲨鱼只是在那里徘徊，并没有过来，但是也没有离开。看来这个鲨鱼是要赖着我不走了，反正现在新手保护期没过，我不出去它也奈何不了我。最后虾滑操出鱼竿继续做起了钓鱼佬，还随手发了条消息进聊天频道。各位，从大家穿越到现在，我算是混得比较好的了。我知道大家非常缺乏食物和水，但是大家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离开木筏，大海的危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我的天，那是鲨鱼的鱼翅吗？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感谢虾滑大佬的提醒，我今天还想着下海抓鱼呢，我得小心一些了。你发鲨鱼就发鲨鱼的照片，后面为什么还有一个热狗的图片？看到这里的时候，一条私信吸引了虾滑。虾滑大佬，我这里有个算是武器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太阳能麻痹电棍，品质白色，有5%的概率触发麻痹状态5秒。看到这里，虾滑心里狂喜，这个武器我必须得拿下，不管概率多低，在我面前都是100。思考一会之后，虾滑回复道：这个武器一般吧，太鸡肋了，只有5%麻痹效果的概率，你想换什么？虽然鸡肋，但应该有点作用吧？比如，好吧，我说不出来，我想换3升水。呵呵，你也知道很鸡肋吧？3升不可能，我自己都没有3升，我最多出1升。我这至少也是白色武器，1500毫升淡水，再加一个你刚才吃的热狗。看着这个消息，虾滑忍不住莞尔，想吃香肠啊？你早说呀！行，晚上再跟你交易，我现在还在忙。关掉聊天界面的虾滑又去盛了一些海水，接着又倒进了海水分离器里。随后虾滑又回去坐着钓鱼。想要干掉这条鲨鱼是不可能了，只要我得到了麻痹电棍，再利用卷轴贴在鲨鱼身上，你就乖乖当我小弟给我拉木筏吧。10几个小时下来，虾滑仓库的30个格子都仅剩下4个。随后虾滑打开聊天交易去了。淡水有了，热狗也有了，电棍还在吗？在的，马上跟你交易。虾滑也是主动的发起了交易，把热狗和淡水交易了过去。虾滑哥哥真是太感谢你了，这2天我就没吃过什么正经东西，以后有交易机会请多照顾我一下哦。收到电棍的虾滑立马也查看起了信息。充电5小时，放电5秒钟，当前电量充足，使用时请紧贴目标，水下使用时请保证目标在3米之内，且自身要脱离水下，避免误伤。水下3米之内吗？这距离不好控啊。想到这，虾滑心一横，把腿伸了出去。来啊，小鲨鱼，快来玩啊！这时鲨鱼按捺不住冲了过来，等鲨鱼到面前的时候，虾滑一下子电棍插进水里，随后一把将驯兽卷轴贴在了鲨鱼身上。3秒过后，一道声音响起：驯服成功，为你的伙伴起个名字吧。随即鲨鱼的信息也跟着弹了出来。刚刚成年的大白鲨能听懂主人的话，此时非常饥饿，忠诚度50%，一旦低于1%就会叛逃，说不定还会吃了你。还有忠诚度这个说法的吗？随后虾滑拿出了几条鱼丢了过去给鲨鱼。你的宠物觉得这几条鱼太少了，还不够塞牙缝。你奶奶的，4条鱼够我吃1天了呀。随后虾滑又丢了10来条鱼过去，但鲨鱼还是显示饥饿，不过忠诚度却提高到了55%。我也没多少了，等会你自己下海捕食去吧。你这么能吃，就叫你沙雕好了。取名成功，大鲨鱼命名为沙雕。沙雕，游过来我这里让我看看。说完，沙雕也是屁颠游了过来。此时虾滑一个巴掌打了过去。我给你个大嘴巴子，你之前咬我差点没把我吓死，害我屁股都没擦。沙雕忠诚度降低1%，目前忠诚度54%。我尼玛这就降低忠诚度了，你咋这么小气啊？说完，虾滑便又丢了几条鱼给沙雕，把忠诚度拉了回来。你自己去海里捕食去，明天早上回来就行。安排好沙雕之后，虾滑来到了灶台前，首先把一些淡水倒了进去，又把柴火点燃了起来。等水烧开，虾滑下入了2个虾、1只蟹、2根火腿等等。吃饱喝足后，虾滑才想起来，今天没发朋友圈啊，居然忘记了。航海求生第3天，虾滑还是被系统提示吵醒。今天奖励的生存点加上买宝箱，剩下的总共有281点。世界频道的在线人数从开始的36亿变成了34亿，聊天频道1万人也变成了8342人。又嘎了这么多吗？如果不是我有金手指，怕不是也已经嘎了。接下来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攻击手段才行了。虾滑看向了游戏界面，新手保护期只剩下了23个小时。随即虾滑又打开了交易频道，上架了1升淡水求购白色品质的道具。沙雕这时候也从远处游了回来。看来沙雕吃饱回来了，有这么一个强悍的宠物，正好可以保护我的安全。此时系统传来一条私信的消息：虾滑小哥你好，我是汤玉成，相信你应该听过我吧，我有些事情找你聊一聊。虾滑记得他好像是自己所在南京市的一个有钱有权的人物。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2天了，我发现了这个区域频道里基本都是我们南京市的，原来穿越到这个世界在位置上还是同一个区域的人。虾滑有些惊讶，他还没注意过区域里的其他人。就算是南京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是这样的，
我们又是同一个地方的人，面前的困难应该互相帮助。我又是咱们地方的名人，以我的名望也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我特地组织了一个联盟，现在特地邀请你的加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虾滑有些惊讶，茫茫大海互相都看不到对方怎么扶持。加入联盟，在你急需食物和淡水的时候，联盟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你一些物资的。加入联盟需要我做什么吗？这么说，虾滑小哥是愿意加入了吗？现在我们同意进联盟的人数已经有1000多人了。如果你缺少食物、淡水或者求生的工具、武器等等，我会集合大家通过交易给你一些物资。如果你物资丰富的话，就需要你上交一些不用的物资给联盟统一管理。我尼玛，这孙子是想要打我物资的主意。随后虾滑回复道：抱歉，我的物资并不多，也不需要加入联盟，谢谢你的好意。虾滑小哥，你格局低了，物资是为了帮助更多人上缴的。虾滑这时也不搭理他，去制造里面做了一把短刀和渔网。然而这边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正发着私信。失败了，他不同意。是吗？没想到这个小子还挺机灵的。先不管他了，反正我们已经拉拢了上千人，我们几个手上的物资绝对远超其他人的。再去找其他人，争取再多弄些物资。你也是，我们优先升级自己的木筏。这2天我经常看到海里凶猛的生物，只有等级高的木筏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些普通成员怎么处理？那些快乐死的渴死的，随便给点打发了。至于木材、纤维、铁块、武器这些必须囤住。虾滑这边一天不是在钓鱼，就是在做东西慰劳一下钓鱼人的胃。时间很快过去，新手保护期只剩下3分钟。虾滑打开仓库清点了一下，里面30个格子都塞得满满当当的。木质宝箱也开了吧？这种一般货色只能开出比较低级的物品。虾滑取出了6个宝箱，一阵光芒闪过，物品也显示出来。打火机2个，白酒1瓶，巧克力棒2个，华子1包。我干，怎么又是华子又是酒的？我都戒了好多年了都。木材和植物纤维够了之后，虾滑再次升级了木筏，连升4级之后，信息也弹了出来。精致的木筏，等级9，面积260平方，防水、防火、防不了强盗。此刻一阵游戏通告的声音响起，新手保护期准备结束。此次更新增加区域地图功能，区域内可以看到所处海面的地形。添加好友功能开启，区域内可以看到好友位置。每个区域即将刷新一个宝藏岛，地图可以查找位置，岛上请自由探索。宝藏岛将于15天后沉入海中，同时海洋生物开始变异。祝各位存活的玩家准备好，正式游戏即将开始。听完通告的虾滑急忙用10个植物纤维做出了一根粗又长的麻绳。沙雕过来，给你穿件衣服。沙雕傻乎乎的还以为有什么好吃的，等沙雕靠近的时候，虾滑直接过去给他绑了起来。沙雕等会按我的指示走，听话就奖励给你鱼吃。这时通告声音又响了起来，游戏更新完成，地图好友功能开启，海洋生物开始变异，区域宝藏岛已经刷新。此时汤玉成和周林瑞也发来了好友申请，但虾滑只同意了周林瑞的。虾滑这时候也打开了地图，显示了宝藏岛跟虾滑只差了100多公里。沙雕往那个方向游，出发寻宝藏去喽。随后沙雕拉着虾滑跟木筏便开始游了起来，按这个速度不出3个小时虾滑就能到达，而别人此刻还得靠船桨慢慢的滑动。虾滑这边此时有一个红色的影子快速飞了过来，随后落在了木筏上。什么玩意？你这小东西不讲武德，还好我闪得快。虾滑此刻拿出了之前制作的短刀，40厘米的精铁短刀，单面开刃，千万不要调皮舔刀刃，会划破你灵活的小舌头哦。要是连一只龙虾都打不过，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说完，虾滑直接一个闪身就到了龙虾后面。感谢老铁送来的澳洲大龙虾。然而这时候虾滑看到了远处游来的一个比沙雕还大点的鲨鱼，怎么还来了一条虎鲨？沙雕快去干它！沙雕这时直接冲了上去，跟虎鲨干了一架。后面虎鲨也是打不过，转身就跑了，但麻绳限制了沙雕的速度，根本追不上。好了，沙雕别追了，耗下去2败俱伤不值得，咱们继续出发找宝藏岛去。随后沙雕拉着虾滑快速的冲向宝藏岛方向，有着沙雕的震撼力，一路都很是安全。航海求生第4天，虾滑很快也登上了宝藏岛。此时世界聊天也热闹了起来。我已经登上岛了，这岛屿有着漫天的迷雾，目前还没发现什么宝藏。我已经往岛里面走了很远了，这里的树木好多啊！15天后我的木筏绝对可以满级了啊！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走开，走开！楼上的发生什么事了？楼上的还在吗？你看见什么了？虾滑看到这里眉头一皱，随即又打开了区域频道。世界频道大家都看到了，宝藏岛可能存在变异的生物，上岛的有没有要组队的？我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后一起上岛。各位，我是汤玉成，加入联盟的各位加我好友，先到我的位置集合，我们一起登岛。没加入的现在加入也还来得及。虾滑看到这里冷笑一声，在这个游戏里面信任先摆一边，就算成功组队，最后还要一堆人分，最后还能剩个啥？沙雕这几天你别乱跑，我进去搜刮一波。虾滑随即把木筏收进了仓库，然后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着电棍，慢慢向岛内走去。没多久，虾滑周围呈现很多不知名的树木，就在这先砍些木材吧。说完，虾滑便打开制作了一把斧头，
随即虾滑便开始砍树。很快一段时间过去，虾滑便砍了8棵大树。之后虾滑立即升级了仓库中的木筏。顶级木筏，等级10级，终极形态的木筏，可以通过图纸转化形态。恭喜玩家虾滑，你是全服第一个升级木筏到满级的玩家，奖励随机紫色武器1件，2级商城1解锁。虾滑惊喜地打开了仓库查看。精铁弓箭，用精铁制作而成的优良弓箭，配备箭袋以及200根箭矢。由于箭矢锋利坚硬，在击中敌人时有2%的概率造成流血效果。看完弓箭，虾滑又打开了商城界面。1级强化药剂，90%几率提高身体各项能力。长刀白色品质，由普通铁块打造的白色品质武器。帆船升级图纸，你的木筏达到10级后，可以解开11到20级的权限。这时虾滑毫不犹豫地埋下了一把长刀、1瓶强化药剂、2瓶红药水。随后虾滑把强化药剂一口喝了下去，一股燥热的感觉涌上心头。随后虾滑便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爆炸般的力量。慢慢的，虾滑又继续往岛屿深处走去，突然发现10几米的远处居然又一道人影。难道有人比我的速度还快？不仅登上了宝藏岛，还能深入这么远？靠过去看看吧，如果可以，说不定还能合作一下。等着虾滑靠过去的时候，才看清对面的样子，顿时吓得一激灵。我操，这是什么鬼东西？然而这时章鱼哥直接冲过来给了虾滑一刀，然后转头就往岛屿深处跑。疼死老子了，居然敢搞偷袭！这时虾滑直接掏出了仓库的弓箭，直接一箭就往章鱼哥打去。精铁弓箭流血效果触发，目标陷入流血状态1分钟。随后虾滑拿着自己的长刀走过去，只见章鱼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旁边还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箱。黑铁宝箱，90%概率开出物资，10%概率开出白色道具。然而这时虾滑才感觉到手臂的疼痛，虾滑直接把匕首拔掉，然后把仓库的红药水直接倒了上去。几秒钟过后，虾滑的伤口就已经结痂了。这一级红药水效果挺不错呀，一些外伤基本能够迅速搞定，就是不知道这些药水的上限有多少。涂完红药水，虾滑也打开了地上的宝箱。章鱼丸子2个，波霸奶茶1杯，鱼人图鉴，对准鱼人目标，能够显示鱼人的能力。随后拿着鱼人图鉴对着地上的章鱼哥。低级章鱼人，能力速度灵活，身体柔软，擅长近距离攻击，弱点攻击力较弱，防御力很差，脆皮。看来这张鱼头怪物应该是鱼人的一种，看图鉴的信息，岛上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种类的鱼人，而且可能还存在不同的等级。虾滑这时也是打开了世界聊天。各位，我是虾大佬，大家都知道岛上存在着不知名的生物，而我刚刚就成功干掉了一个，他们战斗力很强，智慧也不比人类差，请各位务必小心，岛上还可能有其他种类的鱼人。虾滑大佬已经深入了吗？太厉害了！这个章鱼头人身的玩意太丑了吧？话说虾滑大佬是一个人还是组队了？如果是一个人也太强了。感谢虾滑大佬的分享，这简直就是全人类的福音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虾滑的言论，什么实力强大的章鱼哥，简直是危言耸听。我已经深入宝藏岛很远了，怎么一直也没有遇到？对，那虾滑肯定没安好心，他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吓住，让我们不敢进去，然后自己得到更多的物资。虾滑这时也露出了无奈，之前想要拉拢我加入联盟，现在又发表这种言论，公然诋毁我，这人的人品肯定有些问题。这时虾滑也是懒得搭理他们，拿着自己的弓箭和长刀继续深入岛屿。你说我们反驳虾滑的话有啥用？那这虾滑好像并没有继续发消息。你不懂，我这么做可有大作用的。我发这些消息，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个区域内的人大量的往宝藏岛里探索，让他们往里探索。那么多人探索，那这些鱼人不是越打越少吗？杀没了，我们到哪去弄宝箱啊？蠢货，鱼人这么厉害，别人想干就干，我们能干掉，还不是靠你老爸组建了联盟，把那些成员物资都搜集了过来，升级了木筏，又从解锁的2级商城里买了强化药剂，让我们都变成了1级强化者，才能勉强杀了这种鱼人吗？对，还是老爸厉害，即使在末世，也能像以前开公司一样，忽悠那些普通人为你打工，把物资全都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优先储存足够的生存点。我让其他人都往里探索，就是要这些人使劲的送死，到时候死的人多了，大家才会害怕，才会寻找组织，我们的联盟才能更容易的吸收进新人。以我穿越前的名气，我的话别人很容易信的。对，你也不用可惜，那个虾滑物资很丰富，既然拉拢不了，那遇到之后救宰了他。反正我们之前也不是没嘎过人，嘎的那些人，所有的物资都会从仓库里爆出来，我们还拉拢他干什么？这个是以后再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多打点鱼人弄宝箱。周灵瑞，你快把这些食物做好，我们一会要吃。航海求生第4天，虾滑在岛上干掉了一个章鱼人。汤玉成跟他儿子正讨论如何除掉虾滑。周灵瑞看到了好友系统虾滑的定位，周灵瑞偷偷把淡水跟食物带着逃走。周灵瑞把我们的食物和淡水拿走了，人也跑了。我就说那个小娘们不可信，这下好了，东西都让他们卷跑了。我也看不到他的好友了，他应该把我们删了。这个臭娘们，抓到他一定得好好教训一顿。
虾滑这边一直在岛上探索，随即前方出现了3个鱼人。虾滑拿出图鉴查看了一番。低级海鱼人，身体柔软无骨，移动速度快，能喷射剧毒。低级鲨鱼人，强大的咬合力，擅长近身战斗。中级龙虾人，进化的四肢非常坚硬锋利。3个鱼人，要不我用弓箭试试，躲着射一箭试试，不中我就躲着。虾滑直接拿出弓箭对准射了一箭，低级海鱼人一箭就倒在了地上。随后剩余2个鱼人反应了过来，虾滑立马又拉弓朝那边射了一箭，另一个低级鲨鱼人也倒在了地上。这时龙虾人也来到了近处，虾滑这时拉弓射了一箭，只见弓箭打在龙虾人身上后直接跌落在地下。这中级龙虾人身体居然这么坚硬，看来弓箭是奈何不了他了。龙虾人这时也直接冲着虾滑而来，虾滑直接拿出了麻痹电棍，龙虾人一下子就被麻痹了。随后虾滑拿出长刀，直接一刀过去结束战斗。战斗完之后，3个宝箱赫然出现在跟前。青铜宝箱，90%概率开出大量物资，10%概率开出蓝色品质道具。居然可以开出蓝色道具，先开2个黑铁宝箱积累下运气吧。随后2个黑铁宝箱被虾滑打开，可乐2瓶，优质大米5000克，粗糙的充气公仔，鱼人胶囊。鱼人胶囊居然能听懂鱼人说话。虾滑毫不犹豫地把胶囊吃了下去，随后虾滑便打开了剩余的青铜宝箱。新鲜屠宰的肥猪肉250千克，召唤卡牌1张，使用后随机召唤1名绝对忠诚的低级鱼人为你战斗，有1%概率触发终极鱼人战士，使用次数1次。这张召唤卡绝对是个好东西啊，还能保证绝对忠诚，给我召唤。话音刚落，面前一阵光芒，随后出现了一个美人鱼。尊敬的主人，终极鱼人战士吉娜宣誓永远为你效忠。终极电鳗鱼人，身体可以释放强大电流，不管是远程还是近战，攻击能力都非常强悍。弱点陆地移动速度慢，且身体孱弱。居然有魔法攻击，吉娜施展一下你的能力给我看看。随后吉娜双手闪烁起一道道电火，一击就往远处的树木打去，一瞬间树木就被劈成了2半。威力这么大，这次看来是捡到宝了。吉娜，你是鱼人，你对宝藏岛上的其他鱼人有了解吗？主人，吉娜是主人通过卡牌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召唤出来之前的记忆。主人可以将吉娜当做一个没有感情、有高智慧的武器。你现在是中级鱼人，那你可以升级成高级鱼人吗？主人，鱼人的等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具体怎么升级，目前吉娜也不知道。好吧，说了跟没说一样。虾滑说完，在仓库拿出了简易灶台，随后把猪肉拿出来切成一片片，再丢进盆里开始烤了起来。吉娜过来，尝一下我的手艺。吉娜屁颠屁颠的挪了过来，随后接过虾滑手中的烤肉丢进嘴里。主人，这也太好吃了吧！突然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惊叫，救命啊！虾滑大佬，后面有个怪物追我。吉娜，活捉那个鱼人，不要伤害到人类少女。吉娜此时手上凝聚了一小股电弧，一挥手电弧直奔鱼人而去。主人，这个低级鱼人已经被我电晕了，过段时间应该能醒来。周灵瑞是吧？你没事吧？此时的周灵瑞已经惊呆了，为什么眼前这个鱼人听从虾滑大佬的吩咐？跟我过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会先。一顿饱餐过后，周灵瑞忍不住询问道：虾滑大佬，谢谢你的晚餐，以后我能跟着你吗？跟着我吗？算了吧，我还打算深入宝藏岛，你还是找别人吧。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和你生死相关的重大消息，用这个消息换你心甘情愿的收留我，你有兴趣吗？不好意思，我没兴趣。娘，真是气死我了！我们区域内以汤玉成为首组织的联盟根本就是骗取我们物资的假联盟，我刚从他们那里逃出来，我一听到他们点名要杀你，这个消息你都不感兴趣吗？汤玉成吗？不感兴趣。明天天一亮，你还是去宝藏岛的岸边吧，那里安全。虾滑，求求你了，帮帮我好吗？我真的不想再一个人求生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真的太过于危险了。带着你，你能干嘛？听到这话的周灵瑞愣了一下，随即脸色羞红。能的。这2字虾滑也是有点愣了。一夜时间很快过去，系统每日结算信息响起。昨日物资获得生存点983，升级获得生存点90，总共1364生存点。航海求生第5天，系统提示音照常响起。虾滑脸上带着些许的惊喜，一夜之间生存点居然暴增了1000多。说完，虾滑连忙打开了商店界面，购买了5瓶红药水，外加1张帆船升级图纸。最后生存点还剩余264点。图纸使用过后，仓库的木筏信息也弹了出来。顶级木筏，等级是升级所需木材199，植物纤维200，铁块20，木筏之心3个。看到这，虾滑露出疑惑，这个木筏之心是啥呀？为啥我还有一个？随即虾滑继续查看起了木筏之心的信息。每个玩家在游戏最初的载具都是木筏，而木筏之心就是木筏的核心存在，摧毁别人的木筏可以产生掉落。这时虾滑看了一眼远处的周灵瑞，他那里肯定会有一个木筏之心的，要么嘎了他爆出他的木筏，要么带上他让他心甘情愿把木筏之心交给我。犹豫了许久，虾滑叹了口气，随后起身走到了周灵瑞的身边。周灵瑞，我看你可怜，这2天我可以允许你跟在我身边，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饮食，但条件就是你要负责做一些杂事，例如洗衣做饭烧水等，你同意吗？周灵瑞一听虾滑这话，瞬间笑出了声。真的吗？
太好了，以后虾滑大佬你就瞧好吧，饭我来做，衣我来洗。虾滑大佬，要不我们去旁边说点悄悄话吧？你既然收留了我，我不付出点什么总觉得不踏实。虾滑听完一脸的无语，随后拿出几桶泡面给周灵瑞。以后叫我虾滑就行，赶紧煮面去，别胡思乱想，我是正经人。对对对，正经人，正经人，正经起来不是人。说完，周灵瑞就拿着泡面走一边去了。虾滑这时也打开了世界聊天界面，里面全是一些抱怨的话。然而区域频道里全是汤玉成的招人信息。对了，我得收购点铁块升级帆船，现在铁块肯定对其他人没什么作用，我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以后的稀缺物资，这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商机。想到这，虾滑立马去交易挂上了收购铁块的信息。不一会，那些玩家就纷纷要跟虾滑交易。虾滑先生，我这里有13铁块，只需要1升水或者1000克的食物。虾滑大佬，23单位铁块，你用3升水我就同意换了。13单位铁块，2000克食物。看到这里，虾滑冷笑一声：这些人真把我当冤大头了。目前交易铁块大多数1单位能换10毫升水或者20个食物，真是什么人都有啊。随即虾滑立马在交易那里加了一行备注：收购价格1单位铁块换取8毫升水或者16克的食物，量多优先，超过这个价格的私信不回，水和食物有限，交易完成停止收购。折腾了一段时间，虾滑用100千克的猪肉和5升水，总共换了1250单位的铁块。周灵瑞，用到你的时候到了，我仓库快放不下了，你来收一下这些铁块。周灵瑞听完屁颠屁颠的过来，把地上的铁块收进了仓库。对了，周灵瑞，你的生存点有多少啊？生存点吗？我现在只有32点。行吧，明天你应该可以购买新手宝箱了，到时候买了交给我就行。好的，虾滑大佬。这时虾滑走向了昨天抓住的鱼人那里。别装死了，问你几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我们鱼人族的语言？你别管，我需要知道这个岛屿上你们鱼人族的所有情报，希望你老实的告诉我。你个无耻的人类，想要鱼人族的情报，简直是妄想。哎呦，嘴还挺硬，看来你是要吃些苦头了。我卡擦从小读的就是鱼人族的华夏大学，从小就是厦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冲我来啊？我今天就是被你干了，也不会出卖鱼人族。原来你叫咔嚓呀，真是好名字。吉娜，这个鱼人这么刚，你给我掂掂他，给他助助兴，记得留他一口气。遵命主人。你是终极鱼人，你为什么会听人类的命令？吉娜也不搭理他，手上凝聚出电流就电了10分钟左右，鱼人就仅剩着一口气。怎么样，愿意跟我谈谈鱼人的情报吗？还是说你想换换口味？我这里还是有很多招式供你使用的。够了够了，我愿意说，只求你等会给我一个痛快。早这样不就完了吗？这个岛上一共有多少鱼人？聚集在哪里？为什么会主动攻击人类？鱼人也是如实回答了虾滑的问题，虾滑最后也是给了些痛快。之后虾滑跟周灵瑞和吉娜3人也继续赶路，走了1个小时，连个影子都没看见。奇怪，走了快1个小时了，还没看到鱼人的影子。今天鱼人这么少了吗？主人，前方有激烈的争斗声，大约100米左右。走，我们慢慢走过去看看。此时那边有3个男的正跟一个鱼人对峙着，而女人却在后面当嘴炮。郭宝林，你那把刀这么长，快看他，你真是蠢死了。老张你也跟上去啊，别站着发呆，真是没用。王蓉你小心点，别受伤了，我会心痛的。这时虾滑3人也来到了跟前，女人发现后立马警告起来：你们干什么？别靠近我们！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路过而已。我们这个团队连鱼人都能嘎了，你们最好不要打我们的主意。几位，这个鱼人很危险，我看你们还是走吧，我来处理他。你想的倒是挺美，我们一会就能解决这个鱼人，用得到你吗？行吧，你们先，不行了我再来。鱼人这边战斗落入了下风，突然口中喷出绿色的液体，趁这功夫鱼人也连忙逃走了。吉娜追上去直接灭了那个鱼人，然后把掉落的宝箱拿过来。遵命，主人。说完，吉娜就往鱼人那边追了过去，一个电击就干掉了鱼人。几分钟后，吉娜抱着宝箱回到了虾滑身边。主人，鱼人已经嘎了。这时4人才反应过来，虾滑居然有一个漂亮又强悍的鱼人。那鱼人可是我们先盯上的，现在你们给嘎了，这算怎么回事？还有你们明明能嘎了这个鱼人，为什么刚刚不直接帮我们？你们真是有够不要脸的！之前我们看见你们和鱼人战斗，可没有去干扰，反而还提醒你们鱼人的危险，谁让你们不听虾滑大佬的话？这时虾滑露出一丝微笑。周灵瑞这小丫头不错，整挺好。徐小姐，你快别说了，赶紧看看张老板的伤势吧，越来越严重了。这话一出，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了男人，腐蚀的伤口已经向上蔓延。你们还等什么呢？现在他这个情况，只能砍掉胳膊，然后用1级红药水封住伤口才能保命了。对，我今天刚刚开启2级商城，里面有个红药水，介绍说可以治疗伤势。这时女人急忙开口反对道：不行，砍了他胳膊，那不成一个废人了吗？砍啊，快给我砍了呀！砍吧，反正本来就是个废人。砍是可以，但是我生存点不够买药水啊。肖哥，你看我这暂时没有生存点了，你们这么容易就嘎掉鱼人，想必肯定开启了2级商城了吧？能不能跟你借瓶红药水？我可以用物资跟你交换。交换可以，1级红药水需要的生存点不多，我也不坐地起价了。
20单位铁块，你同意就交易。哦，虾滑小哥同意交易，我就已经很感谢了。我铁块正好有一些，多谢小哥了。这有什么好谢的？我们的鱼人都被他抢了去，交易我们1瓶红药水又怎么？要我说啊，他最好把刚才掉落的宝箱还给我们才行。你这大妈，不要太贪得无厌了。小丫头片子，老娘什么人没见过？你这种不就是仗着自己有点姿色，抱上了一个大腿吗？这时虾滑脸色开始变得不好。够了！吉娜手中这时也呈现了一股电流，只要虾滑一声令下，就毫不犹豫灭了眼前几人。大妈看见吉娜手里的电流，也吓得不敢吱声。好了，徐小姐，我们还是先处理你先生的伤势要紧。知道了，你们快砍吧。10分钟过后，保安走到了虾滑面前。虾滑大佬久仰大名，我叫郭宝林，我们聊聊可以吗？可以，有什么事情说出来便是。虾滑小哥，我知道你可能不需要，但是我还是想请求一下，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深入宝藏岛呢？大家互相帮助也算有个照应。虾滑听完思考了许久，虽然我不怎么想跟那个大妈一起，但你人还挺仗义的，和你们同行可以。我有我的条件，看你同不同意。小哥你就请直说吧。我的能力你们也看到了，有我的加入，嘎掉鱼人算得上是很轻松的事情。我的条件就是以后嘎掉鱼人，谁嘎的宝箱就归谁。听到这个条件，郭宝林脸色变得迟疑，随后坚定道：我同意，我这就去找大家说一下。说完，郭宝林就走开了。接下来我们就和他们结伴同行了。虾滑哥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旁边这时传来刻薄的声音：什么？谁嘎的归谁？组队了，那我们出力了。最后万一被他嘎了，也归他吗？我们啥都不剩吗？徐小姐，这是我和虾滑小哥商量好的，我已经答应他了。你商量的吗？你能替我做主了吗？你别忘了，你只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一个看门的。这话一说完，郭宝林的火气上来了。徐小姐，我是保安不错，可你要知道，我愿意和你们同行，是记得你老公张先生的恩。你实在不同意，那我就带着王勇走，我们的队伍现在就散了。好啊，张铁生，我说的吧。以前你对这保安好的时候，我就说他不会成你的情，现在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给他安排工作、找住处这些事他都忘了，现在居然要撇开我们自己走了。你看看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好了，小丽，别说了，你真要让我们俩嘎了吗？现在我胳膊没了，郭老哥不带着我们，明天咱俩就完了。你脑子清醒一点好不好？徐小丽看了一眼张铁生的手臂，眼里有着不甘，但也不再吱声了。至此，虾滑和郭宝林组队也正式成功，大家继续向着岛屿深处探索。路上遭遇的鱼人都被吉娜给嘎了，而他们也能顺便捡个漏嘎掉多出来的鱼人。到了傍晚后，郭宝林他们面前摆了3个宝箱，而虾滑这边确实摆了12个宝箱。徐小丽望着虾滑，眼里透露着嫉妒的神色。郭宝林这时也把宝箱打开了。怪味豆400克，5仁月饼500克，绿豆汤800毫升。虾滑小哥，你的宝箱不开吗？我目前物资充足，暂时不开了，等多收集一些，开出白色道具的概率说不定高些。忙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也是，周林瑞把这些食物都烤出来，大家一起吃吧。旁边几人看到虾滑拿出这一大堆猪肉，又震惊了一把。老郭，今晚吃饱咱们轮流守个夜吧，避免一些危险。哦，那就我们4个大男人轮流守夜吧。晚上眼睛一睁一闭，很快时间就过去。早上的时候，徐小丽偷偷来到了虾滑的身边。虾滑小哥睡醒了，昨天早上是我不对，姐姐性子直，说话冲了一些，希望你别往心里去。没事，请问还有什么事吗？虾滑小哥真是年轻有为，以后姐姐可就要多仰仗小哥了。徐小姐，请你自重。怎么？难道姐姐我不漂亮吗？你就不想跟我发展一下吗？徐小姐，你丈夫可是在那边呢，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还有我看见你就恶心，你不要逼我嘎了你。感觉到美人计没用的徐小丽转身就回去了。然而这时虾滑听到了一阵悉悉索索的整步声，周围来人了，而且还是一群。航海求生第6天一大早，附近出现了一群鱼人。虾滑发现后，把大家聚集了起来。虾滑小哥，这脚步声是鱼人还是人类啊？这些人不靠近，我也分辨不出来。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们很快就要来了。不管是人类还是鱼人，在没确定之前，我们先小心再说，先躲起来吧。远处的鱼人群继续向前走着，离虾滑众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虾滑众人此时也是额头冒汗，鱼人群很快也是从众人身边走了过去，但意外还是来临。我要去旁边排泄一下，各位等一下我。说完，鱼人转身就朝着众人躲藏的位置靠近。要被发现了，等会跟紧我，敌人太多不要恋战，逃跑第一。周林瑞神色紧张的点了点头。等到鱼人快要靠近的时候，虾滑直接秒杀了低级鲨鱼人，宝箱也来不及捡，带着周林瑞吉娜这时一变。我操，虾滑小哥等等我们来。说完，4人连滚带爬也是跑了起来。不远处的10多个鱼人顿时怒火中烧，朝着众人屁股后面就追了过去。老郭，鱼人太多，你们加油跑，我在前面等你们。几人一听，脸色一下呈现出无语的表情。该死的虾滑，还说跟我们组队，一遇到危险，人影都看不见了。小丽，别骂了，省点力气跑路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不要慌，我们全力先跑。就在这时，后面的徐小丽突然大叫，因为后面鱼人的手都快抓到她了。老张，我要被抓到了，快救我啊！
说完，徐小丽直接猛地一拽张铁生，瞬间张铁生就被鱼人拖进了鱼人堆里。这一幕把郭宝林两人都忍不住惊呼：“徐小丽，你这个毒妇真毒啊！”这时郭宝林突然看到了自己的私信量了。你们往左边跑，我在暗处帮助你们。跟紧我，我们向左背转着弯跑。虾滑小哥来帮我们了。虾滑这边也是拿出了原先的金铁弓箭等待着。虾滑，你还会射箭吗？你不知道的还多呢。主人需要我出手吗？不用，你先等着，等我的命令就行。说完，虾滑就拿起了弓箭，凝神瞄准，随后一箭就打了出去，直接命中一个鱼人的头颅。虾滑哥哥好厉害，一下子就射中了。这时虾滑也是拉弓打出了第二箭，但却是射中了鱼人的腰部，随着100%流血的效果，鱼人也是倒下了。第二个鱼人倒地，虾滑继续了第三箭，这次直接打在了鱼人的胸口，鱼人瞬间发出了惊叫声，瞬间把整个鱼人队伍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低级鱼人还有8个，中级鱼人1个，现在他们有了防备，这下有些麻烦了。这边中级鱼人也是开始指挥了起来。你们给我分散开来找，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一定要把暗地里放箭的敌人给我找出来。吉娜，等会全力出手，先干掉低级鱼人。你能同时搞定多少个低级鱼人？主人，对付低级鱼人，我全力攻击的话，有信心同时解决4到6个。他们之间距离越近，我干掉的越多。等会你第一时间多干掉些低级鱼人，不管你干掉了多少，你一击之后不要再管低级鱼人，直接去拖住那个中级鱼人。是，主人。吩咐完吉娜后，虾滑也给老郭发了条私信，让他待会一起全力干掉低级鱼人。发完私信，吉娜也是直接冲上去出手了，一个电击就干掉了6个鱼人。你一个鱼人为什么帮助人类？吉娜，先限制住这个中级鱼人，老郭我们一起上，干掉剩余2个低级鱼人。说完，虾滑跟老郭他们拿出砍刀，直接一拥而上，没一会就干掉了2个低级鱼人。随后，虾滑拿出鱼人图鉴看了起来。中级章鱼人拥有非常灵活的下肢，还会吐出具有强力粘稠效果的墨汁，软体鱼人的一种，躯体非常脆弱，防御力很低。强力粘稠的墨汁吗？不好，吉娜小心他吐墨汁给你。刚说完，章鱼人直接一口墨汁就吐了过去，差点就打到了吉娜身上，一发不中，章鱼人直接开始了连发模式。我操，你在这放烟花呢呀？吉娜弱点就是速度慢，被墨汁紧紧地粘在了地上，无法动弹。随即章鱼人拿起块石头，一下子就朝着吉娜砸了。主人，你快跑，不要管我！我操，我跟你拼了，我砍死你！虾滑，现在出去根本不可能打得过那个中级鱼人的，你冷静一点。难不成真的穷途末路了吗？突然虾滑眼前一亮，想到了什么。周林睿，今天生存点你刷新了多少？一共有366点。快买一个福利宝箱给我。周林睿听完急忙在商城买的一个新手宝箱，虾滑一把将宝箱拿了过来，直接打开。阿宝周360颗石冠，生命项链，紫色品质，链子由纯金打造，吊坠是一个生命宝石，有2%的概率复活死亡的佩戴者，耐91。我操，这个生命项链如果给吉娜佩戴，配上我100%的欧皇天赋，岂不是嘎了也会被复活过来？不对啊，欧皇概率只有我自己能触发。说到这，虾滑又看向了其他物品。保温杯，白色品质，护目镜，蓝色品质，镜片能够有效的保护眼睛，同时命中率提高1%。护目镜命中率1%吗？对我来说就是100啊。说完，虾滑直接戴上护目镜，随后直接掏出弓箭，一箭就往鱼人打了过去。弓箭直接就打在鱼人身上，随即鱼人立刻拿起了石头挡在自己面前。虾滑这时又射出了一箭，弓箭直接绕过石头击中鱼人。我操，知道你命中率100%，但我不知道你还能转弯啊。这时虾滑连忙继续射出几箭，弓箭全部都转弯打中了鱼人。由于弓箭的流血效果，鱼人根本坚持不到3秒就嘎了。但吉娜此时也是身负重伤倒在了地上。虾滑凭借着100%命中的护目镜，解决掉了眼前的终极章鱼人。随后虾滑来到吉娜旁边，用仓库仅剩的几瓶红药水不停地在吉娜的伤口上涂抹，吉娜也是慢慢的好转了起来。周林睿，你先去把地上的宝箱全部收给我，最重要的是章鱼人掉落的青铜宝箱。周林睿乖巧的点了点头，转身就去收集鱼人掉落的宝箱。几分钟过后，虾滑带着众人原路返回寻找张铁生。2-3分钟后，看到了地上摆着一个箱子。这时老郭反手就给了徐小丽一巴掌。你个毒妇，刚刚就是你把张先生拉后去的，不然嘎的可就是你。刚想刁蛮发作的徐小丽想到现在翻脸就没人保她，顿时低着头一言不发了。虾滑这时也是看到了地上摆着一个木筏之星，虾滑脸上露出笑容，直接将木筏之星收进了仓库。随后虾滑带着众人往宝藏岛外围退去。徐小丽惹了众怒，不敢独自离开，只得一个人远远的跟在队伍后面。老郭，这次一共13个鱼人，我给你3个黑铁宝箱，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要不是你回来救我们，刚才我们就已经嘎了。好，这附近应该没什么鱼人了，我们各自找地方休息吧。随后老郭带着王勇去砍一些树木，徐小丽像个跟屁虫跟在2人后面。虾滑这边也是找了个小山洞，又让周林睿去门口做顿饭，剩下虾滑一个人便打开了身上的21个黑铁宝箱，抱了几个比较有用的物品。白色品质的皮手套，鱼人胶囊，白色品质的铅酸蓄电池，白色品质的3棱君子，抽值500包，蓝色品质4平方的农田。
清点完后，周灵瑞抱着一盘大虾走了进来。虾滑哥哥，我做了水煮大虾，你快来尝尝。吃饱喝足后，两人都在等待着吉娜的苏醒。虾滑查看起了今天刷新的生存点，昨日物资获得生存点302，升级获得生存点0，生存点总共566。虾滑在商城补充了几瓶红药水，又买了一瓶强化药剂递给周灵瑞，把它喝了，喝完我再和你解释。周灵瑞拿起强化药剂一口闷，几分钟后，周灵瑞身体的强度都得到了提高。随后，虾滑跟周灵瑞讲述了木筏之心，并问他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交出来。周灵瑞没有丝毫犹豫，把自己的木筏取出来，一斧头就砍下去。收下木筏之心的虾滑直接打开了仓库，升级木筏。木筏升级中，需要时间10小时。山洞外，老郭今天累了一天，早早就睡了起来。远处的王勇和徐小丽两人贴在一起。王勇，你以后能保护姐姐吗？姐姐一个人好怕。放心吧，徐姐，我什么都听你的，一定不让任何人欺负你。那个虾滑就欺负我，你去帮我嘎了他。王勇听完瞬间陷入了沉默，脸上带着一丝恐惧。哎呀，姐姐不为难你了，虾滑太棘手了。但是今天郭宝林可是打了我一巴掌，你可要帮我报仇。郭叔以前很照顾我的。你再犹豫我就走了，今晚你就一个人吧。行，姐姐你别走，我帮你报仇。随即徐小丽开始跟王勇说起了自己的计谋。虾滑这边也是早早的休息了起来。第二天睡醒，虾滑查看起了仓库的帆船。普通帆船，等级11，船舱虽然不大，但是至少能为你遮风挡雨。现在每升一次都需要木筏之心，看来倒是得跟郭宝林谈一谈才行。随后虾滑便走到吉娜身边查看，吉娜已经清醒了过来。吉娜，你终于醒了，你自己感觉伤势怎么样了？主人，终极章鱼人解决了吗？你昏迷的时候，我已经解决掉鱼人了。主人，我伤势已经没有大碍了，谢谢您的关心。不过，主人，怎么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我好饿啊，能不能给些吃的给我？虾滑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半小时后，几人吃得非常满意。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尖叫，虾滑几人连忙往那边赶了过去。到现场后，郭宝林躺在地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胸口有处非常明显的刀伤。怎么回事？老郭怎么嘎了？他是被鱼人嘎的。虾滑带着狐疑的眼神看着他。是啊，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鱼人就在这里徘徊，应该就是他嘎了郭叔。鱼人看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也不敢上去追。虾哥，一定要给郭叔报仇啊！这么说，所谓的鱼人来的时候你们不在，那老郭被嘎的时候你们在哪？王勇转头看了一眼徐小丽。我和徐姐互生情谊，夜里是去找没人的地方去了，刚刚才回来。听到这里，虾滑几人露出了一脸的厌恶。你老公昨天才嘎，今天你就等不及了，恶心！我老公嘎了那是我的事，我和谁在一起那也是我的事，和你们无关吧？我管不了你和谁亲热，我就问你，鱼人看见你们就离开了吗？是啊，估计是鱼人看我们两个人有些怕了，就逃了也说不定。虾滑冷笑一声，郭宝林一个1级的强化者，不可能被鱼人嘎了还不反抗。王勇，老郭对你应该不错吧？你就这么把他给嘎了吗？我没嘎郭叔。没嘎？你真当我是傻子吗？你们也太低估1级强化者了，还不承认吗？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此时的虾滑直接拿出了自己的长刀，王勇被虾滑这么一吓唬也怕了。不要，郭叔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嘎他？是他勾引我，让我带他接近郭叔，是他嘎的，不关我事。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要是没有郭大叔，你们可早就嘎了。是我嘎的怎么样？谁让这个看门的敢打我的脸？好，既然你认了，那我也只能帮老郭报仇，你俩都给我嘎。虾哥，这不关我事啊，你不能算在我头上啊。虾滑，我们只是临时组队，现在队伍散了，你可没权利管我们的事啊。权利吗？我只知道嘎人偿命。说完，虾滑直接上去手起刀落，后面剩下的只有3人的仓库宝箱和木筏之心了。虾滑后面还给老郭埋了起来。老郭，一路走好。随后虾滑便用他们的3个木筏之心升级了自己的载具。过了许久，树林里突然来了10多名人类，还带有2名低级鱼人。老大，徐小丽的位置就是在这消失的，在周围仔细找找，位置信号消失，不是嘎了就是删除了好友，无缘无故他不会删除你的，应该是嘎了。老大，找到了，在这里。随后众人便一起往小弟那边走过去。办，看来是虾滑把他们给嘎了。没想到周灵瑞那个小蹄子倒是找了个好靠山。既然没来得及，那就算了。可是老大，徐小丽不是说虾滑身上的食物和水源物资非常多吗？而且实力很强，我们就这么放弃了吗？现在也急不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猎杀鱼人重要。既然虾滑现在有了足够的实力，相信宝藏岛中心鱼人密集的地方，我们会遇到他的。随后他们众人便继续深入宝藏岛深处，寻找高级鱼人大统领的位置。虾滑大佬，你快点拔出来啊！等一会，我快好了，马上就拔出来。主人，我看你好像拔不出来，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也太小瞧我了，看我的。随后经过2分半钟的努力，虾滑终于把剩下的弓箭从鱼人身上拔了出来。6天了，终于到了宝藏岛的中心区域附近了。这6天里，虾滑一直升级自己的木筏，第3次升级也只剩3个小时了，而且还打了许多鱼人开了2件比较有用的物品。蓝色品质坚韧的皮甲，
具有一定强度的防御力，能够有效减少来自冷兵器的伤害。虾华随后就把这件皮甲丢给了吉娜，也是给到了吉娜提供了一定的防御力。蓝色品质的雷达探测器，消耗电能，能够探测方圆100米之内所有活动的物体，并呈现在游戏地图中。虾华看到这物品的时候就笑了，之前得到的2个铅酸蓄电池给吉娜电了一下之后就充满了，这次正好能给雷达探测器供电。此时3人继续前往岛屿中心，虾华也是打开聊天频道看看其他人类近况。高价收购木筏之心，100升淡水或者100千克食物求购木筏之心，另高价收铁块。楼上别收了，现在谁不把木筏之心当个宝贝呀？宝藏岛你们探索了多少？我们队伍已经遭遇终极鱼人了，差点被团灭了。终极鱼人而已，我们队伍已经加了一个，而且岛屿不只有终极鱼人。据鱼人的情报，宝藏岛中央还存在着一个高级鱼人。看来这群人对木筏之心的认知度非常高了，收购是没法收购了。随后虾华查看起了区域频道，悬赏寻找一名玩家，名叫虾华，此人嘎了我的好友徐小丽等人，手段极其残忍凶狠。如遇此人，请告知我他的位置，本人重金酬谢。没想到虾华大佬是这样的人，之前我还感激他提供给我们鱼人的情报呢。胡说，你怎么知道是虾华大佬嘎的？就算是虾华大佬嘎的那又怎样？在这个末世里别人惹了你，嘎了又怎样？我也不相信是虾华大佬嘎的，大佬出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汤玉成真是阴魂不散，此人处处针对我，还真把我当成软柿子了。随即虾华回复道：人是我嘎的，不过是他们活该。至于汤玉成先生的悬赏我等着，希望我们能尽快遇到。说完虾华直接关掉了聊天频道。这个游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这时虾华忽然察觉到界面上一排小字：宝藏岛沉没倒计时和大天灾海上风暴倒计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赶紧多嘎点鱼人才行，最好是能干掉那个高级鱼人。很快虾华几人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个望不到边的湖面。虾华，你看这是淡水湖吗？虾华探下身子尝了一口湖水，随后就吐了出来。还以为是淡水呢，原来是海水，看来我们要上湖去看看了。虾华打开仓库查看之前升级的帆船，坚韧的帆船，等级14，整体非常坚韧的帆船，可以抵御一般海洋生物的攻击。船舱的私密性很好，就算你在里面有大动作，外面也听不到。随即虾华把帆船召唤了出来，几人很快也是上到了帆船上面。虾华，这帆船看起来好结实啊，我们去船舱下面探探吧。众人进入船舱，里面的空间并不拥挤，但是每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真好啊，虾华，我可不可以给你住一个房间啊？虾华无视了周灵瑞的话，我们还在这个湖里呢，周围说不定还有鱼人，先到上面去吧。说完，虾华几人又回到了船上面。虾华，这个帆船怎么移动啊？听到这里，虾华瞬间傻眼，可转眼又看见船上中央的杆子。你傻呀？那边不是有根杆子吗？帆船不就是扬帆靠风力推动前进吗？我知道啊，但是现在湖面平静，这说明现在一点风都没有啊。先不管有没有风，先扬起帆再说吧。随后虾华过去直接把帆拉了起来，帆船这时居然无风自动行驶了起来。真有意思，无风还能动。吉娜，你在这里警戒，我去控制室控制方向。是的，主人。湖面非常的平静，虾华驾驶帆船已经行驶了半个小时。这时虾华这边游戏界面弹了出来，一个小红点出现了在地图雷达上。虾华连忙走出了控制室。吉娜正前方应该有一个鱼人，准备战斗。是，主人。几分钟后，帆船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整个帆船开始剧烈摇晃。周灵瑞此时也是连忙跑出来。怎么了？怎么了？准备战斗，有鱼人攻击过来了。主人，鱼人应该在水里，我可以下水战斗的，请允许我下水。好，吉娜，你下水看看，尽量把水里的鱼人给逼到湖面上，让我能够用弓箭打他。如果不是对手的话，你要及时回到船上。吉娜听了虾华的话，直接跳入了水里。突然，平静的水面闪烁起一片光芒，不一会，吉娜就把一个鱼人带上了水面。主人是一个终极鱼人，已经被我嘎了。青铜宝箱在这。什么？就这么嘎了？随后，虾华便打开了鱼人掉落的青铜宝箱。玉米种子100千克，经过处理的植物种子，优质的谷物类种子，即使土壤环境较差，也能具有不错的产量。真是不错的东西，不仅可以直接食用，还能耕种。正好之前得到了一个蓝色农田，等会直接在船上找块空地种上吧。蓝色品质的被动技能卡，水下呼吸。使用卡牌后，使你拥有和鱼人一样能够在水下呼吸的能力。每人只能获得一种被动技能，种类繁多，请谨慎选择。又是一个特殊的道具，但是每人只能拥有一个被动技能，还是等以后有了其他种类的技能卡再选择吧。又过了2分半钟，虾华找了一个小空地，把农田放了出来。周灵瑞，你来把这些玉米和番茄种子全都给我种到田里。啊，我以前可是都市白领呀，哪会种地呀？要不我来当田里来种。不会种，你晚饭就没了。说完，虾华扭头就离开。我种还不行吗？记得玉米和番茄一半一半啊，种完别忘了再浇点水。晚餐时间很快就到，虾华这次亲自做起饭来，先是用铁盘煮了满满一盘白米饭，再取出了尘封许久的猪油，再撒上少许的食盐，
随后把猪肉和白米饭充分的搅拌，顿时香气就被充分的传播了出去。虾滑深吸一口食物的香味，啊，这是爱的味道啊！吉娜和周灵瑞应该是属狗的，闻着味道就过来了。好了好了，一起吃饭吧。说完，此时又打开了世界聊天，开始分享。一碗猪油饭，应该是家的味道没错了。猪油拌饭，我算了。我们刚刚勉强填饱肚子，虾滑大佬已经换着花样享受美食了吗？你们这些吃货就知道注意食物，没看到虾滑大佬身后是帆船吗？看样子帆船的等级还不低。你们这些直男就知道看吃的和载具，没注意到虾滑大佬身边有2个漂亮妹子吗？看到这，虾滑也直接关掉了聊天频道。几人吃饱喝足后，吉娜也是走出了甲板上，房间里只剩下了虾滑2人。就在这时，吉娜的声音传了过来：主人，前方好像有建筑。听到这话，虾滑2人连忙走了出来。这是渔人的老巢吗？如果是的话，会不会有些太简陋了？等帆船再靠近一些的时候，虾滑才看清，原来湖面的下方居然有着一个巨大的水下城堡。这时游戏地图界面突然跳出，雷达探测器显示出密密麻麻的红点在附近，吓得虾滑连忙把帆船掉头远离这里。这么多红点肯定是渔人不错了，这还只是水下城堡的边缘，驾着帆船动静太大了，要是被渔人发现，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并且对方还有个高级渔人。对了，汤玉成那伙人不是要追杀我吗？如果能把汤玉成那伙人引到这里来，让他们追杀我，我再故意把他们往渔人的城堡引，到时候我独自躲藏，说不定汤玉成这些人直接就能和渔人族正面打起来，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随即虾滑立马打开了聊天频道，找到了汤玉成。汤先生你好，我是虾滑，有话想跟你聊聊。小伙子，怎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吗？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快些遇到我们，好让我为徐小丽这些朋友们报仇。报仇吗？汤先生说的还真是冠冕堂皇。你一开始组建联盟本就是冲着别人身上的物资去的，还会在意朋友的死活吗？何况徐小丽等人那也是活该的。废话少说，你对我心知肚明，找我什么事？如果是求我饶你一命的话，我劝你还是省省吧，等我的大部队遇到你，有你的好看。汤先生别生气，我找你其实还是想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直以来我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你吧？汤先生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误会？哪有什么误会？没错，我就是冲着物资去的，又怎么样？现在你想让我放过你，除非你把自己身上的物资全部给我。全部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一部分还是可以的。最近我发现独自一人在这宝藏岛求生确实困难，如果我加入汤先生的联盟的话，不知道你能否同意呢？加入吗？之前我让你加入，你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想加入就加入吗？汤先生如果同意放弃对我的追杀，并且让我加入你的团队的话，我相信不仅是物资会有所提高，而且以我的能力对团队的战斗力提高也绝对很有帮助的。行，你要加入的话也可以，先上缴一些物资表示诚意，然后再加我好友。虾滑思考了好一番，随后还是交易过去了100千克的大米。哈哈，欢迎虾滑老弟加入我们的联盟，以后我们也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团队了。以后还希望汤老哥能多多照顾下我。没问题，虾滑小哥你也来到这湖上了吗？没想到我们靠得这么近，那就见面好好培养感情，我也介绍一下其他人给你认识认识。好，那我们就先会合再说。地图上，虾滑和汤玉成都驾驶帆船互相靠近了起来。吉娜，你先去控制室，等会我们会靠近一些敌人，我让你们掉头就掉头走。是的，主人。说完，吉娜便走向了控制室。一旁的周灵瑞不解地问道：既然是敌人，那我们还走这个方向干嘛？要么走，要么跟他们打呗。我有我的打算，你就别问了。这些敌人你也认识，就是汤玉成他们。什么？是他们？虾滑，等会能不能让我出手嘎了他们？你省省吧，人家现在已经有10多人了，等会不要冲动，听我安排。说完，虾滑取出了金铁弓箭拿在手里，远远的虾滑就看见了一艘比自己小的帆船在靠近着。虾滑老弟，我看到你了。虾滑这边探测器显示100米内有7、8个生物正在接近，原来是汤玉成派人从水下过来了。汤先生，既然你这么热情，我再送你一些东西好了。不要客气，虾老弟都是自家人，我这刚得了一瓶上好的台子，等会我们好好喝一杯。没想到虾滑这小子居然这么蠢，还有等会把周灵瑞留给我，上次让他跑了，这次我要狠狠地收拾他。虾滑可不能留给你，等会直接嘎了。周灵瑞嘛就随便吧。汤先生，你的台子我就不喝了，我先请你尝尝我的穿云箭吧。吉娜开始掉头。说完，虾滑直接往那边射了一箭。汤玉成这边听到虾滑呼喊，直接懵了。穿云箭？什么穿云箭啊？可随后一支箭矢快速飞来，直接中了汤小司的头上。汤玉成一把抱住地上的汤小司，嚎啕大哭。儿子啊，我的儿子，虾滑我不会放过你的。不可能了，难不成他发现了水下的人吗？这时虾滑又往那边射出了2箭。汤玉成几人此时瞬间慌了，快往船舱跑，别站在甲板上。然而虾滑并没打算射他，箭矢精准的射中了旁边的一个人跟白灵。都给我追，他的位置还在地图上，找东西遮挡，防止他放冷箭，我一定要让他给我儿子陪葬。随后两方便开始了长达1个小时的追逐战，汤玉成则是在船上对着虾滑骂了1个多小时。差不多要到城堡的位置了，如果现在我们突然消失在汤玉成等人眼里，
那么他们应该会继续保持这个方向前进的。想到这里，虾滑直接拿出了水下呼吸技能卡，随后一道光芒融入了虾滑的身体。你们快跳湖，我准备把帆船收起来了。啊，虾滑，我游泳很差的。少给我废话，快点下去。随后虾滑一把就将周灵瑞丢了下去，收起帆船后，虾滑也下了湖里。虾滑，汤玉成那些人就要追来了，我们靠游泳肯定会被追上啊。虾滑这时懒得解释，拉着周灵瑞直接潜入水中。只是一旁的周灵瑞眼睛瞪着滚圆，他的氧气都快耗尽了。虾滑直接抱着周灵瑞，把一口氧气直接渡了过去。人呢？虾滑这个小崽子人呢？老大，他们刚刚就在这个方向消失的，我们接着追追看吧。给我追，老子一定要宰了他！然而等他们开出数百米远的时候，撞到了飞出的箭，湖中瞬间飞出来了几十个鱼人。怎么回事？老大，我们好像撞上什么东西了。然而等他们走到船头的时候愣住，只见几十个鱼人已经将他们包围住。哪来的鱼人啊？这他妈都有几十个了！老大，你说我们撞上的建筑物会不会是鱼人的老巢？听到这话，汤玉成一个机灵，套啊！你还待着干嘛？赶紧去掉头啊！然而此时众多的鱼人已经跳上了甲板上，直勾勾地盯着汤玉成等人。兄弟们，今天跑是难跑了，先跟这些鱼人打一架，不把他们嘎掉，今天我们谁都跑不了。听完，众人纷纷都掏出了自己的武器，随后汤玉成众人便和鱼人开始大战了起来。虾滑几人在远处也冒出了水面，看着船上的战斗。虾滑，这是不是你早就计划好的了？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这不明摆着吗？借着汤玉成的手探探鱼人城堡的底，顺便还能阴他们一把，一举两得。船上已经战斗了10多分钟，汤玉成现在就剩下4个人了，他的帆船此时也正在不停的渗水，不及时修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沉进湖里。虾滑，你看见没有？你设这个局有什么用？这些鱼人还不是被我嘎了？我倒是要谢谢你，这么多黑铁宝箱，我平时还弄不到这么多呢。这时虾滑也是拿起弓箭对准了船上。就算你厉害，能嘎了一波鱼人，但是你也走不了了。然而一声吼叫从鱼人城堡传来，原本平静无波的湖面忽然波涛汹涌。这个阵势难不成是高级鱼人？鱼人一族的大统领出来了吗？这时慢慢的从水下出来一个身影，模样跟人类没什么区别，只是脸上多了些花纹。鱼人统领急速冲向汤玉成的帆船。就是你嘎了我的同族吗？此时的汤玉成已经脸色铁青，但还是强行露出一丝微笑。大哥，说中文好不好呀？我听不懂呀。鱼人大统领站在水面上一言不发，只是脸色越来越阴沉。那个大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随后汤玉成的船往远处行驶去。这时鱼人大统领的怒火终于爆发。分我动。话音一落，他手中幻化出一条几十米的鲸鱼，一挥手，整条鲸鱼向着帆船冲去。汤玉成此时也果断地跳下帆船，随后在水中快速扑腾向外逃去。想逃吗？门。说完，鱼人直接追在了汤玉成后面。这就是高级鱼人的战斗力吗？吉娜，如果你对上这个高级鱼人，有胜算吗？5-5开吧。5-5开吗？那不是有5成把握打过他？5成被他嘎了，5成能跑掉。听完，虾滑瞬间无语。不行，就只能绕开鱼人城堡了，准备离开宝藏岛。过几天这岛应该也要沉没了。虾滑这时准备带着2女去收拾战利品，却瞧见水面上一道人影凭空出现。我去，这人怎么来的？之前他隐身了吗？居然虎口夺食。随后虾滑带着2女潜入水中，很快就游到了女人面前。虾滑露出水面，直接拿出弓箭对准女人。女人此时也迅速掏出了一个东西，指着虾滑。枪，虾滑他有枪。看见了，我说大家都是人类，刚见面需要这么剑拔弩张吗？把弓箭放下来。你拿着把破手枪就这么拽吗？我兜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不信你可以试试。虾滑小心啊，10米之外枪最狠，10米之内枪又快又狠啊。你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恶意，你继续，我们离开还不行吗？就在女人略微放松的时候，突然浑身开始颤抖，手臂更是无法动弹。看你现在还怎么拽，再拽一个给我看看啊！随后虾滑大大方方游到他面前，拿过了他手中的枪。好了，吉娜，暂时不要电他了。虾滑，原来你让吉娜电他了，我说他怎么突然抽筋了呢？别动啊，再动我就嘎了你。这时虾滑用枪直接指着女人，顺带看起了属性。紫色品质的手枪，热武器，射程50米，子弹8发，剩余4发。周林瑞，你去打扫一下战场，说说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能隐身？然而女人并没有回答，一直保持着沉默。2分半钟后，周林瑞拿了一个帆船模型的东西过来。帆船之心，帆船载具的核心所在，帆船摧毁后掉落的物品和木筏之心具有同样的功能。看到这，虾滑瞬间就收进了自己的仓库。哈哈，居然是帆船之心。虾滑，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怎么办？让他走吗？对呀，我又不是嘎人魔，自然是放他走。不过嘛，他必须把仓库里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并且扒光衣服。别扒我衣服，你要知道什么我都说。早这样不就行了吗？叫什么？为什么能隐身？我叫王若曦，能隐身是因为得到了一个被动技能卡牌，墨鱼变色，能够把身体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几乎无法分辨出来，但只能在水里有用，离开水就不行了。听到这里，虾滑便明白了，原来他也是得到了被动技能。行了吧，我的已经说完了，现在我想问你，
你刚才是怎么无声无息接近我的？难不成你们是一直潜水过来的吗？你猜的倒是接近了，我们是可以在水下呼吸，不过不是氧气瓶，而是跟你一样有了水下呼吸的被动技能。你居然有水下呼吸，虾滑是吗？我有个大秘密，如果合作的话，会有一个大好处等着你的。什么秘密？我得到了一个情报，鱼人巢穴中藏有一个宝藏，宝藏岛上真正的宝藏。我得到情报的时候，准备利用我的隐身技能潜入的，可是我没法在水下呼吸。如果你能跟我合作，你的呼吸能力加上我的隐身能力结合，我们绝对能轻松的潜入鱼人城堡。倒是很有诱惑力，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信不信由你。现在高级鱼人还没回来，是最好的时机，等一会他回来了，机会就渺茫了。我告诉你这条信息，也是希望成功得到宝藏之后，你能放了我，并且归还我的武器。你如果答应，我们就合作。宝藏可比我仓库里的物资好多了吧？他说的很有道理。虾滑此时开始纠结起来了。虾滑这边跟王若曦趁着大统领不在，偷偷溜进了鱼人城堡内。周灵瑞被虾滑安排在了水面上警戒大统领回来，而吉娜却是被安排去找汤玉成打后掉落的宝箱。虾滑两人此时来到了城堡内部一个没有水的房间，旁边还有着一个巨大的石头箱子。恭喜玩家发现宝藏岛的终极宝藏。虾滑和王若曦对视一眼，两人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欣喜。虾滑，宝藏都归你，希望你出去之后能够遵守诺言，放我离开。放心，我说话算数，等会还要我们合力才能离开这个城堡呢。你赶紧把这个石箱收进仓库，我们赶紧离开吧。王若曦说完，虾滑便走上前去，可是把手按在上面却没有丝毫反应。物品过于庞大，无法收回。虾滑，怎么了？石箱是连接着整个城堡的，物品太大，无法收进去仓库，只能在这里打开了。那快点啊，不能再等了。还没等虾滑打开宝箱，就收到了一条私信。虾滑快跑，鱼人统领回去了，快点跑，这鱼人统领速度太快了。王若曦，他回来了，宝藏不要了，快跑。可话音刚落，鱼人大统领此时也来到了房间内。虾滑两人此时浑身冒汗，但还是同时拿起武器朝对面打去。可大统领只是抬起手，放出一道风墙，便挡住了两人的攻击。高级鲸鱼人，完全体鱼人，身体可以在本体和人类之间随意转变，自身天赋进化，能够操控风元素，强化之后的飓风防守一体。弱点是变成鲸鱼本体之后，庞大的身躯也许是他唯一的弱点。波动。随后一条缩小版的鲸鱼打向虾滑那边，两人见状连忙闪避，身后的石箱就这么被炸开了。虾滑两人此时又发起了攻击，10根箭矢和3颗子弹同时打向大统领，终于有一根没被风墙挡着击中了他。不错，但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我已经成功被激怒了。大统领瞬间暴怒，手中凝聚的飓风不再留手，鲸鱼呼啸而过，两人却没能完全躲开，连这个房间都被打穿。湖水瞬间涌入房间内，靠着湖水，王若曦直接隐身跑了出去。喂，我还没隐身呢呀。抱歉，这里离水面可不远，我先走了，你自求多福。就在这时，大统领又凝聚了一条鲸鱼，随后直接打向了虾滑。虾滑嘎后，鱼人大统领召集了众多鱼人，还有一个人类在水中隐匿了身形，全都跟我去找。此刻，远在城堡外的周灵瑞看见位置消失的虾滑，眼泪忍不住的滴落。检测到玩家死亡，生命项链生效中，即将复活玩家，概率2%，触发欧皇篇赋修改概率100%，复活成功，玩家即将满状态复活。还好之前开出了一个生命项链，不然我真嘎了。随后虾滑找到周灵瑞发了条私信过去。周灵瑞，你和吉娜会合没有？虾滑，你居然没嘎？怎么，你很希望我嘎吗？怎么可能？之前我看你位置消失，还以为你嘎了，你没嘎真的是太好了。吉娜已经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汤玉成掉落的宝箱。周灵瑞，现在鱼人巢穴附近很危险，你让吉娜带着你赶紧往外围先逃跑，出了这湖我就追上你们。说完，虾滑便上前收起了石箱子里面的宝物。紫色品质的珊瑚精，由大量珊瑚提炼出来的珊瑚精，鱼人在身上涂抹之后有进阶的可能，100%概率将低级鱼人进阶成中级鱼人，1%概率将中级鱼人进阶成高级鱼人。如果自己把这个给吉娜使用，再配合我的欧皇天赋，那吉娜是不是一定能够进阶成高级鱼人呢？要是可以的话，也不用害怕那个鱼人统领了。蓝色品质的被动技能控水，使用卡牌后能够控制2升的水，控制这点水也许可以给自己洗个澡。我已经有了被动技能了，这张卡可以考虑留给周灵瑞使用。说完，虾滑看起了第3件物品，橙色品质的优能火炮，消耗优能可以使火炮进行攻击，优能转换成强大的火元素炮击，命中生命体有10%概率使其燃烧，每秒消耗敌人1/10的生命值，持续3秒，并且命中生命体时有1%概率触发能源回收，返回本次攻击造成的优能消耗，未安装在载具上，后坐力太强无法使用。哈哈，宝藏岛的宝藏果然给力。随后，虾滑拿着一把白色品质的斧头向外游去。这时，上方一群鱼人发现并冲向了虾滑，虾滑连忙往着水面上游去，随即直接把帆船召唤了出来。上了帆船，以最快的速度安装了火炮，正在安装，剩余时间5分钟。此时，鱼人群也通知了自己的大统领过来。
虾华此时脸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但还要装作镇定。大统领先生你好啊！你小子居然敢偷我的火炮！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既然你知道这是你的火炮，想必你也知道它的威力吧？不想被我轰炸，就赶紧回去吧。是吗？我的武器我不知道吗？虽然这个火炮威力很大，但你也要打得中我才行。那你可以试试。虽然不知道你复活的原因，但是我能打你一次，也能打你第二次。分不动。说完，手上就开始凝聚起了飓风。优能火炮安装完成。系统提示完，虾华连忙打了一炮过去。知道我为什么收藏这个优能火炮却不使用吗？就是因为它的攻击对我来说速度太慢，躲开太容易了。随即大统领顺着飓风飞到了空中，然而火球却转着弯追了过去。燃烧效果触发，每秒强制扣去1/10的生命值，持续3秒。你速度是很快，但你没想到我有护目镜吧？这次我也要让你尝尝嘎掉的滋味，再打你3次你必嘎无疑。说完，虾华又往大统领打了一炮，再一次的鱼人大统领被火焰吞噬。此时他浑身充满了战意。人类，你们从上来岛就一直嘎我们鱼人族，作为鱼人一族的大统领，今天便是倒在这里，我也要让你看看我们鱼人族并不是任由你们拿捏的羔羊。虾华这时继续打了一炮过去。人类，就让你见识一下鱼人一族真正的力量吧。说完，大统领闪起一阵光芒，大统领迅速变成了一条50米长的巨大鲸鱼，随后吐出了一条水龙卷冲向虾华。炮弹打在大统领身上，瞬间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水龙卷此时还在往虾华那边冲去，他根本没想挡住火球，这水龙卷就是冲着我来的呀！虾华连忙趴下，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打击。水龙卷打在船上，瞬间就出现了破损，很多处地方也开始漏水。帆船受损，逐渐渗水，修复需要200木材、100植物纤维、10铁块，修复时间1小时。是否修复？正在修复，已停止漏水，完全修复需要1小时。此时的大统领奄奄一息躺在水面上，可惜了，没能把他给嘎了。虾华这时不等他休息，又打了一炮过去。这次在炮弹的轰击下，一个白银宝箱出现在了鲸鱼上面。大统领嘎了，这个人类居然嘎了大统领，为大统领报仇，嘎了这个人类。然而虾华这时已经在鲸鱼身上取得了宝箱，看着鱼人群暴动冲了过来，虾华连忙驾驶帆船朝外开去，很快就甩掉了众多鱼人。这个人类就是在这里消失的，鱼人一族大统领居然被人类嘎了，通知所有鱼人向外围进攻，一旦遇到人类就攻击，我们要让所有人类陪葬。随后虾华拿着大统领掉落的宝箱逃离了湖面。上岸后，虾华很快就找到了周灵瑞两人。此时周灵瑞脸上带着一丝哭腔，虾华哥哥，我还以为你嘎了呢。好了，我这不是好好的，这里不宜久留，鱼人统领已经被我嘎了，整个鱼人现在都开始了暴动，我们赶紧离开。什么？鱼人统领嘎了？你嘎的吗？回头再跟你解释，赶紧走了。就在虾华3人向宝藏岛外围赶去的时候，这边还在深入宝藏岛的队伍已经被鱼人包围，聊天频道也是炸开了锅，人人都在吐槽着虾华害了他们。2天半后，虾华几人也终于快接近宝藏岛外围，系统也提示了宝藏岛沉没和海上风暴剩余的时间。虾华这时拿着一根长矛刺向了一块石头，瞬间石头被长矛震成了一块块碎片。紫色品质的合金震荡长矛，消耗电能可以不停的快速伸缩，对所有攻击的物体造成巨大的震击伤害，有5%概率触发暴击将目标震成碎片。这汤玉成的武器还挺好用，以后再也不怕近战了。虾华这时又看了眼正在升级的帆船，此时帆船还在14升15的过程中。随后虾华打开了大统领掉落的白银宝箱，空间宝石10个，每个宝石可以拓展仓库的一个物品栏。紫色品质的主动技能，风波动，控制风元素的技能，可以凝聚风元素进行防御和攻击。鱼人统领高级鲸鱼人的招牌技能，需要服用过2级强化剂才能使。现在帆船等级还不够，估计要3级生成里面才能有2级强化药剂了。这边使用了控水被动技能的周灵瑞正在玩着技能。虾华，你快看，我还能控制水流飞起来呢。会飞有什么用？就你控制这点水，又咋不嘎别人？这一打击，周灵瑞兴奋的神情立马蔫了。好了，休息的差不多了，宝藏岛还有2个半小时就要沉没了，我们离开吧。随后几人便又开始了赶路。2个半小时后，虾华几人也是顺利离开岛屿。此时岛屿也是缓缓下沉，数分钟后，海面上已经见不到岛屿的身影了。虾华这边正无聊的看着聊天频道。好险啊！幸好最后我逃得快，下了海才完全躲开了鱼人。我也是，宝藏岛开始下沉，刚刚都还差点被漩涡给吸下去。别提了，都怪那个嘎了鱼人统领的混蛋！你们说到底是不是虾华嘎的鱼人统领啊？虾华，你活着的话就出来解释一下，不然我要画个圈圈诅咒你了。这时虾华的表情很是无奈。大家好，我是虾华。对于各位怀疑我嘎的鱼人统领导致鱼人暴动这个说法，我想说的是你们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说是我嘎的？小心我告你们诽谤啊！我就说不是虾华大佬嘎的吧，你们误会他了。这时系统弹了一条提示，把虾华吸引了。各位玩家你们好，由于你们所在的区域玩家大幅度减少，所以游戏将本区域与其他人数较少的区域合并，逐渐补充至1万人。周灵瑞，区域合并了，对于陌生人记得要保持警惕。
周灵瑞点点头表示明白。这时虾滑雷达弹了出来，提示附近有生物靠近。怎么回事？检测到敌人了吗？吉娜准备战斗，海底有东西。话音刚落，一个巨大的触手拍在了甲板上。我的妈呀，好长的一条触手，这要是烤着吃，那不得馋死。这是一条鱿鱼吗？居然长得这么大。主人，对付这种软体生物我最拿手，要不我直接电了它。这么大一条，要是做铁板鱿鱼，得吃多少天呢？吉娜下海嘎了它，别让它跑了。这么大一条鱿鱼够我们吃1个月了。然而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一个动静，一个背脊出现在海面上，冲着过来，一下子就把大鱿鱼给吞到了肚。我的妈呀，这么大一条大白鲨啊！沙雕，真的是你啊，沙雕，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随后虾滑直接跳到了沙雕身上拍打着，哈哈，沙雕你是怎么变这么大的？此时周灵瑞表情也放松了下来，吓我一跳，是虾滑哥哥的宠物就行。这时沙雕丢了一个石头到船上面，虾滑回到船上拿起来看了下，幽能晶石，变异的海洋生物脑中可能出产的晶石，拥有非常强大的能源。海洋生物吞噬晶石会变得越来越强，也可以用于其他道具的消耗能源。幽能，这个晶石居然含有幽能，沙雕你倒是还算忠诚，有了好处自己不要，还惦记着我。说完虾滑就把晶石丢了下去。这次你先吃了吧，下次再说。您的宠物忠诚度加10，目前53。走，接下来我们得多嘎点变异的海洋生物。随着虾滑一声呼喊，三人一船一沙雕浩浩荡荡的出发了。2个半小时后，虾滑发现了一个海洋生物正在攻击着一群人，木筏上的人一个个使劲攥着手中的武器，希望能获得一些安全感。虾滑，我们是现在去嘎了那个皮皮虾，还是等一会再去啊？木筏上的人我不管，我只在乎那只皮皮虾，我们现在就过去，免得等会他逃走就麻烦了。沙雕，你先沉海里去，没我的命令不要露头。然而此时木筏的人已经看见了虾滑的帆船，大家快看，是帆船，它向我们靠过来了，我们有救。是啊，这人的载具居然是帆船，看样子等级还不低，等我们上船了，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吉娜，你去解决他吧。说完，吉娜直接跳下船朝皮皮虾那里去。吉娜抬手一道电击打过去就嘎了皮皮虾，随后便带着皮皮虾游了回来。木筏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吉娜，就这么嘎了吗？你刚才为什么不快点过来？要是早点让我们上船，我老婆跟那些人就不会嘎了。虾滑神情淡漠地看了一眼他们。吉娜，别管他们，我们走。虾滑，你是虾滑对吧？要是你不来，我们全都得嘎，真是太谢谢你了。顺手而已，不用谢。那个虾滑大佬，你看现在宝藏岛没了，我们在这海洋上经常会被这些变异生物袭击，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上你的帆船避难呢？毕竟大家是同胞嘛。我的帆船很小，容不下这么多人，我还有事先走了。你等等，你这是借口。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载具，而且有那么多物资，为什么不去帮助更多的人？你这种行为真是太自私了。我要是你，肯定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欠你们的吗？不要给我道德绑架，老子的帆船是用命换来的，想上船就自己造去。你们这么多人又不是老弱病残，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虾滑说完便一下子开船走了。远处几人还想着追着爬上船，但是吉娜这边抬手就劈了过去，顿时几人一顿抽搐在原地。不多久，又有一艘比虾滑大的船遇到了他们，但这次船上一名男子直接扔了一块石头下去，瞬间他们的木筏都被石头砸碎了。随后他们便被抓到了甲板上。你们为什么攻击我们？大哥，这女人还问我们为什么攻击他们吗？可真是傻得可怜。你们有这么好的船，还有这么强大的武力，不应该多去帮助弱者吗？为什么要这么自私？大哥，为什么这个区域的人都像个傻子一样啊？可太蠢了。说完，男子便直接把男人给嘎了。2个1级强化者留着，普通人嘎了，女人就留给兄弟们吧。随后女人便被他们强行带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们混了，不听话直接把你们丢进海里喂鱼，听见没有？地上2位1级强化者连忙点头答应。我们今天才通过系统合服到你们这个区域，你们区域有没有什么强者，物资比较多的那种？有的，我们区域有个叫虾滑的，载具也是帆船，而且还有一个鱼人，应该还是个中级鱼人。虾滑嘛，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带我追上他。虾滑这边刚吃完晚饭，跟二女取暖中。沙雕吃饱后忠诚度也达到了60。之后虾滑带着吉娜进了一个房间内。主人，那个是啥？我好想要。放心，我既然拿出来，自然是要给你的。谢谢主人。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好像天生就会被它吸引？这是鱼人一族的宝贝，涂抹在身上，有概率让你升级成高级鱼人。快躺下吧，我帮你涂。吉娜躺了下来，虾滑便用珊瑚精给吉娜全身都涂了一遍。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100，鱼人进入沉睡，苏醒之后就会成为高级鱼人。做完这一切之后，虾滑走了出去。随后虾滑去到一个空房间，打开了交易系统买家具。一张做工精良的餐桌，需要50千克肉更换。交易成功后，一张餐桌就出现在了房间里。果然到哪里都饿不着手艺人啊！木质双人床，需要铁块100单位更换。虾滑浏览了半天，除了双人床和餐桌之外，又买了一些凳子，以及一些被子和衣服，还捡漏了一个可充电的台灯。随后世界聊天的一条信息引起了虾滑的注意。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官方，我是代言人卢修培。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原先的世界虽不在，但华夏并未消亡。目前我们已经在125-103号区域成功构造了由众多载具拼接的基地。只要你是华夏人，基地绝对欢迎你的到来。最后，华夏官方还把他们收集到的情报完全公开。情报1是这个世界海洋生物的威胁，情报2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奇效果的道具物品，情报3是鱼人召唤卡和驯兽卷轴的作用，情报4是被动技能跟主动技能的信息，情报5是一些特殊的物品，比如幽能晶石之类的。还有一个特殊道具名为沙漏，可以减少载具100个小时的升级时间。这个沙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居然还能缩短载具的升级时间，让我看看交易里有没有的卖。虾滑打开了交易系统搜索一看，并没有搜索到此物品，随后便上架了一个收购的信息。2分半钟后，一个私信就弹了出来。虾滑你好，这里是华夏官方，我在交易里看到你的收购信息，不知道能不能和你详细谈谈。可以的，卢先生，你是不是有沙漏能够出售给我呢？不错，基地里目前有一部分沙漏是准备要出售，但是不知道虾滑小哥是否买得起。买不买得起还得看卢先生怎么定价了，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自然也是买不起的。虾滑小哥谦虚了，在聊天频道里谁不喊你一声虾滑大佬啊？相信你的物资并不少，当然我们作为官方肯定对沙漏这种物品的定价自然会公道。卢先生这么说，我肯定是信得过官方的，不如你直接报个价给我，是需要食物淡水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既然虾滑小哥这么直接了，我也直说了，一个沙漏可以用300千克的食物，或者100升的淡水，或者10个白色品质道具，或者1个蓝色品质道具交换。虾滑小哥你自己看看你能换几个？虾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他说的价格还算公道。卢先生的定价我能接受，不知道卢先生有多少个沙漏，我看看是不是能吃得下。目前基地可以出售的沙漏有20个，虾滑小哥都能吃得下吗？那我用3.9吨食物、100升淡水以及60件白色品质道具和你交换，正好符合你的定价。虾滑小哥的物资果然丰厚。交易完后，虾滑拿出了2个沙漏在手里。是否确认使用2个沙漏，减少200小时升级时间？沙漏使用成功，帆船升级完成，目前等级16级。这时虾滑又拿出了4个沙漏使用，原本升17级需要410小时，现在只剩下了10小时。弄完之后，虾滑便开始躺下享受梦乡啊。小子，你说的虾滑真的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吗？我们追了半天了，怎么什么也没看到？如果找不到他们，把你们丢海里喂鱼。是的，我们俩保证他们走的这个方向。好了，老二不要急躁，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这2人在穿越之前都是正在服刑的重罪犯人，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便拉拢了昔日的众多狱友。大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一艘船。没错，应该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虾滑了，我们先停下来，不要再靠近了。大哥，停下干什么？难不成有什么想法了吗？这个虾滑之前我也听说过，手上物资不少，现在看他的帆船等级也不低，应该是有点手段的。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冲过去，毕竟是伤敌1000自损800。那咋办啊大哥？你们2人带头，再加上我们8个弟兄，潜水过去，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个主意好，等兄弟们上去了，说不定那个虾滑还没睡醒就被嘎了。随后10人慢慢的向着虾滑的帆船游了过去，但游到船底的时候，一条鲨鱼直接将他们给吞掉了。大哥，怎么回事？他们的位置都没了。他们全嘎了。就在刚刚，虾滑被雷达的声音吵醒，但随后雷达上的红点就剩了一个。随后虾滑走到了甲板上，看到了800米外隐约有一艘帆船停在海面上。来而不往非礼也，大晚上的，既然你们不睡觉搞事情，那就让我给你们放个烟花助助兴。说完，虾滑来到了幽魂火炮面前，戴上护目镜之后，一炮就向对面打了过去。瞬间，整个帆船都布满了火焰。那是大炮，这种攻击威力一定是橙色武器，那个虾滑一定有橙色武器。王如龙此时非常愤怒，但心里也非常震惊。你们先灭火，我修理帆船，老二去开启幽能防御罩。2分半钟后，一个圆形半透明屏障将帆船都包裹在里面。大哥，幽能防御罩开启了。现在我们的橙色防御道具开启，他的大炮绝对打不穿我们了。给我冲过去，我倒要看看那个虾滑还有什么本事。说完，他的帆船直接冲着虾滑那里扑去。虾滑这边又打出了一炮，但这次居然奈何不了对面，居然能挡住橙色武器的攻击，难不成也是个橙色道具？随后虾滑又打了几炮过去，但屏障依然没有使用。虾滑这时眉头紧皱，因为没有命中生命体不能返还幽能，此时火炮的次数也所剩不多。小胖给我出来，挡住他们的船。王如龙这边脸色也是难看。幽能防御罩还能挡几次？大哥，还有2次，他再开炮我们就要补充幽能晶石了。可恶，兄弟们，快冲过去，他的大炮肯定没有幽能了，等会直接上他的帆船打他。然而此时王如龙的帆船撞在了沙底身上，被弹开了数米之远。大哥，那是鲨鱼，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蓝福，这个大鲨鱼就交给你了。这时人群里跳出了有个人影，是一个半身人类的终极鱼人，之后便跳了下海，一下子就跟沙雕扭打了起来。终极带鱼人，海水中身躯灵活，下半身犹如刀片一样的鱼尾是他的主要攻击手段，耐力较差，攻击往往不能持久。各位，这么晚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吗？
虾滑小兄弟真是好手段，不仅有橙色武器的大炮，还有一个变异鲨鱼作为宠物。我还听说你有一个终极鱼人，怎么没有看见？想看我的鱼人吗？你们直接来我船上看看不就完了吗？虾滑越是如此，王如龙反而有些畏手畏脚了。大哥，你还担心什么？他船上就他和那个小妞，最多有个终极鱼人，冲上去他还不嘎吗？兄弟们，给我开船过去！他的帆船再次行驶，冲着虾滑的帆船快速靠近。虾滑怎么办啊？放心，你去控制帆船逃离就行。帆船此刻也是掉头。大哥，你看他们要跑了，全速给我追上去！两艘帆船的距离越来越近，只剩下了2米半的距离。兄弟们，给我跳过去！虾滑这时候冷笑一声，拿出金铁弓箭瞄准，防御罩出来人的时候直接就被打下去。王如龙此刻的脸色也越发的难看。他到底还有多少手段？老二，别轻易冲过去了，你试试看砸他。走，来几个人跟我去船舱把收集的石头都搬上来。说完，王如虎便朝着船舱走去。海里的战斗这时也有了结果，耐力不持久的鱼人此时正被沙雕追赶着，相信不久沙雕就能解决掉鱼人。我说你们就准备跟我这么耗着吗？等会我的鲨鱼解决了你的鱼人，你们可就遭殃了。不如我们各退一步，就此打住，行不行？王如龙气愤不已，他这边一共损失了12个手下，防御罩的优能次数也用了5次，就这么离开那是血亏。王如虎此时也是带着宗人回到了甲板上，每人手中都抱着一个个硕大的石头。难不成这些人打算用石头砸我吗？这么重的石头怎么砸出来啊？然而王如虎直接抱着硕大的巨石就丢了过来。什么？真丢过来了呀？随后虾滑连忙闪躲，地板被石头都砸出了一道道裂缝。老二干得好，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就这么砸他？我看他怎么办。大哥，我这海洋之力被动技能不错吧？只要方圆100米内有海水，我的力量就是自身的10倍，这被动技能也太强了。说完又往虾滑那砸了一颗石。帆船受损逐渐渗水，修复需要50木材、10植物纤维、1铁块。刚点上修复，又颗石头砸了过来。可恶！要不是吉娜还在升级中，我收起帆船带着吉娜沉入大海，他们拿我也没有办法。你的鱼人战士还有10分钟即将升级完成。看着对面的众人，虾滑慢慢露出一丝冷笑。小子，我看你实力还不错，如果你愿意归顺我，等会我还能留你一条活路。归顺吗？你可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今天不把我帆船砸坏了，我都瞧不起你们。我警告你，不要那么拽。拽犯法吗？你告诉我有哪条规定人不能够拽的？大哥，我要去宰了他，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一个垃圾一样。不要冲动，等会他帆船沉了，看他怎么拽。不是，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话一出，瞬间王如龙等人都冒出了火气。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今天你就见到了啦。王如虎此时像个豌豆射手一样，一块块石头砸了过去。修复，修复，全部修复。这样一直持续了10分钟，虾滑突然停下，露出笑容。5、4、3、2、1，好戏即将上演。虾滑船上突然冒出一阵光芒，随后吉娜居然靠着电流支撑飞了出来。吉娜，给我灭了他们！虾滑一说完，吉娜就开始凝聚了电流。高级电鳗鱼人，强大的电击能力是他的主要攻击手段，能发出强压电流击伤敌人，并且速度不再是他的弱点。不管是水下还是陆地，甚至是空中，他都能依靠自身的电流进行快速移动。高级鱼人还能自由地切换人类身体和本体，没有任何防御外壳的躯体是他唯一的弱点。大哥，那是高级鱼人吗？该死的，那伙人撒谎，哪里是什么中给鱼人？赶紧全速给我跑啊！可为时已晚，吉娜一道电光打出，王如龙的防御罩瞬间消失。大哥，优能防御罩最后2次防御一次性耗光了。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吉娜这时又打出了一道电击，包围着整个帆船。不到2秒半中，王如龙等人变成了一堆灰烬。主人，搞定了！小胖这时也吊着鱼人钻出了水面。不错不错，这次全靠你了，沙雕。感受到主人的夸奖，你的宠物非常开心，忠诚度上涨20，目前73。吉娜，升级成高级鱼人，你感觉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主人，现在的我能力变化很大，除了电流的威力提升了100倍左右，速度也不再是我的弱点，甚至还能靠着电流短暂的飞行。就是刚刚那种威力的电流，我不能频繁使用，一天最多3次，之后就需要休息恢复了。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看看这次的收获吧。随后虾滑便去清点了一下战利品，有食物，有淡水，有铁块，有木筏之心，还有沙漏。看来在吉娜的强大攻击下，连他们的武器都被摧毁了。虾滑把食物那些收进仓库后，发现了个球形的物体跟一张卡片。橙色品质的优能防御罩，消耗优能，生成一个半径为30米的球形防御罩，有效阻拦来自防御罩外部的攻击，共有10次充能。生成的防御罩抵挡橙色品质武器的攻击时，会消耗1次充能，高于或低于橙色品质的攻击，防御罩消耗的充能可能会加大或者减少。了解完后，虾滑又查看起了卡片。紫色品质的主动技能温度掌控者，能够主动控制方圆10米内的温度，范围10摄氏度，服用过2级强化药剂才能使用。又一张主动技能卡，
但还是没办法使用，等服用过2级强化剂再说吧。收好战利品后，虾滑往船舱走去，一头扑在了柔软的大床上沉沉睡去。时间过去2天半，虾滑这边种下的玉米跟番茄已经成熟。傍晚，虾滑回到了房间，早早睡醒。游戏提示音响起，大天灾倒计时只有40多小时。大天灾还分为5种难度，每种难度都有不同的奖励，还开启了一个排行榜功能。大天灾难度选择，请尽快选择自己的难度，如不选择，天灾开启时系统自动随机选择。虾滑看到这，犹豫了半天也没能决定自己的难度，随即打开聊天频道看了起来，里面全部都是选择简单和困难的，一个选地狱难度的都没有。第2天的时候，排行榜统计完成，排行榜每日奖励确定，区域排行榜每日奖励为淡水，世界排行榜奖励为沙漏。奖励居然是沙漏，现在帆船还有30小时就能升到20级了，到时候3级商城也能开启。虾滑连忙打开弹窗，选择了死亡难度。大天灾海上风暴难度已选择，目前难度死亡。虾滑又打开排行榜，选择了上榜。吉娜，你和小胖继续警戒，今天不航行了，我下去找周灵瑞打一架。是，主人。此时聊天频道热闹了起来，人人都在嘲讽这位虾滑选择了死亡难度，都说他到时候根本撑不了1天。很快到了大天灾倒计时的时候，虾滑几人站在甲板上静静的等待着。海上风暴大天灾正式开启，你将被白光包裹并传送到目的地。排行榜奖励正在发放中，请注意查收。生存点更新中。此时虾滑的帆船被一阵白光包裹起来，一瞬间就传送到了另一个海面上。传送完成，风暴在1分钟后出现。你们除了面对即将开始的风暴，还会有不同实力的变异海兽攻击。海兽攻击1天1次，直至天灾结束。虾滑这边拿着排行榜奖励的沙漏用了一个，帆船此时也是升到了20级，3级商城也随之开启。1分钟准备时间过去，风暴开启，提示升刚，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阵狂风也开始呼啸而来。虾滑这时制作了许多麻绳，随后丢了下海里给沙雕咬着稳定帆船，又打开了优能防御罩将帆船笼罩住。海上风暴真正开启，远处一面数十米高的海浪呼啸而来。沙雕给我把麻绳咬死了！不到2秒半钟时间，海啸已经将帆船淹没，海面下沙雕死死的咬住麻绳，根本不敢松口。海啸过去的也很快，虾滑帆船在防御罩的保护下也是轻微受损。临时区域频道现在也是开始抱怨。阿西吧，刚刚的海啸你们看到没有？我的帆船虽然没翻，但是受损严重，必须修复。是啊，我的帆船受损也很严重，谁能卖我一些材料啊？我身上的已经不多了。刚刚的海啸直接把我的帆船摧毁了，早知道我就不选择死亡难度了，都怪我，明明是19级帆船，为什么要来死亡难度趟浑水？你们这些菜鸟真是太弱了，我的帆船只受了点小伤而已。虾滑关闭了聊天频道，打开了商城系统，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2级红药水，1级蓝药水，补充主动技能每日使用次数1次。2级强化药剂，50%概率提高身体各项能力，比如力量、速度，必须要服用过1级强化药剂才能服用，否则会爆体。1级强化卷轴，10%概率强化你的道具，使其威力或功能提高20%，最高强化到5。蓝色品质的潜水服，潜水的工具，每次使用可以让你在水下滞留1小时，冷却时间1小时。紫色品质的螺旋桨，装载在21级及以上载具上的动力系统，消耗优能，提供稳定而又强力的动力，提高载具的航行速度至每小时100公里。邮轮升级图纸，你的帆船达到20级后，可以解开21到30级的权限。航海求生风暴大天灾终于来临，虾滑凭着优能保护罩和沙雕的保护下安全度过。3级系统此时也是开启，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物品。虾滑看了一眼自己辛苦赚来的1万多生存点，狠心咬牙就买下了邮轮图纸跟螺旋桨。随后虾滑点击使用图纸，邮轮升级图纸使用，你的载具成功解锁21至30的升级限制。现在升级需要的铁块突然暴增了，还增加了一个铜块的消耗材料，反而木材和植物纤维的材料很少，看来可以凭着信息差大赚一笔。说完，虾滑急忙在交易中上架出售信息，很快虾滑就将2000木材和2000植物纤维全部销售一空。虾滑凭着自己的实力也是得到了一个黑心商人的恶名。虾滑之后又点击帆船选择升级，又使用了沙漏减少了900小时，剩余7天的时间才能升级完成，希望到时候邮轮的防御力、死亡难度的天灾不会造成损失吧。世界公告，已有玩家成功服用2级强化药剂并取得效果，凡是服用2级强化药剂并成功的玩家，将会开启新功能人物属性，请玩家自行查看。听完，虾滑买了2瓶药剂，找到了周灵瑞，两人一同喝下了强化药剂，瞬间两人身上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50%的概率我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我应该是一个2级强化者了。你成功了吗？我不必须成功吗？看看自己的属性吧。虾滑看起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就连沙雕和吉娜的属性也全都数据化了。周灵瑞这边的面板就显得很普通了。随后虾滑拿着温度掌控技能卡币给周灵瑞使用，同一时间两人的属性面板又多了个主动技能。几人之后来到了甲板上，周灵瑞一抬手，身旁的雨水在手上凝聚成了一个冰球。这么强，你怎么做到的？我现在可以瞬间改变10米以内物体的温度，可惜1天只能用3次，而且我的控水能力和温度掌控者结合起来，作用的范围也不大。说完，周灵瑞操控着冰球往前飞去，过了10米的距离，冰球就掉在了地上。虾滑看着这么拉的周灵瑞，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船头。虾滑手上凝聚了2团篮球般大小的风团，虾滑心神一动，风团合2为1，不停地变换。虾滑一抬手，飓风利刃瞬间冲进海水中，架起无数浪花。之后，虾滑又进入了商城，买了2瓶红药水、1瓶蓝药水。
还有4个强化卷轴。之后走到了幽能火炮前，使用了一张强化成功，幽能火炮加1，攻击威力提高20%。虾滑又给了幽能防御罩强化了一次，强化成功，幽能防御罩加1，防御力提高20%。此时用过强化卷轴正在聊天频道里面吐槽，警告大家，集强化卷轴千万不要买，这就是一个坑的玩意，10%的成功率，老子用了10次，1次没成功，呸！早知道先买游轮升级图纸了。楼上的真是睿智，这种概率道具也敢这么拼，1万生存点就这么打水漂了。是呀，我现在感觉这个海洋末日游戏肯定是鹅厂开发的了，什么道具都有概率，坑爹玩意。我就敢用1次，可能是我运气好，1次就成功了。我的武器现在强了可不止1星半点。此时吉娜在控制室看着远方，主人，海啸又要来了。什么又来了？周灵瑞，快回来，危险！这时船头的周灵瑞双手举起，这时迎面而来的海水居然绕着帆船从两面划了过去。周灵瑞此时也是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我终于不是你的累赘了。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只是有点脱力而已，只要能帮到你就好，至少我现在也不算是一个没什么用的花瓶了。你有这个心意就行了，海啸太危险了，下次不要这么冒险了，快点进去休息一下吧。之后的虾滑打开了区域的聊天频道，还好海啸终于停了，要是再来一次，我的帆船都要被摧毁了。誰不是呢？幸虧我們的船長厲害，我們面對海嘯才能存活下來，要不然我們帆船早就翻了。你们船长厉害，面对海啸不是靠帆船登基吗？即使2级强化者也没什么办法吧？他怎么个厉害法？楼上无知了吧？一看就不是华夏人。在华夏官方无偿公开的情报里，服用2级强化药剂之后，是可以使用主动技能卡的。刚刚楼上说船长厉害，应该是使用了主动技能卡。你们华夏官方还专门有人收集这些情报吗？并且无偿公开，这也太幸福了！我收回之前瞧不上华夏官方的话。真羡慕你们这些人，你们的船长好像都有不同的手段，我们就惨了。刚刚的2次海啸，差点让我们船毁人亡，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海兽攻击怎么应付，就怪我们的蠢货船长，非要选择死亡难度，现在真要死了。此时游戏的公告再次来临，变异海兽即将来袭，要大家做好准备。吉娜、周灵瑞，等会见到变异海兽的时候，你们主要负责牵制，我用幽能火炮攻击。话音刚落，海面上突然传来一声嘶吼。吉娜，你飞到空中帮我看看那只海兽的位置。吉娜瞬间飞上了100米高空。主人，周围没有任何生物。沙雕，你给我注意海里的动静。周灵瑞，你去控制室，幽能防御罩就靠你控制了。下一秒，巨大的嘶吼再次传，雷达探测器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点。沙雕他在海底，你小心点。沙雕这时也发现了敌人，直接发起了进攻。可下一秒，沙雕就被打飞出海。随后，一个长达100米的巨型海龟露出水面。吉娜，准备攻击，给沙雕报仇。虾滑在幽能火炮处准备攻击，可是海龟开始翻滚起来，一下就把虾滑的帆船撞飞了数米远。虾滑，幽能防御罩损失了2次充能。他奶奶的！吉娜，给我电他！说完，虾滑直接打了一炮过去，直接精准命中了他的脑袋。吉娜这时也接着打出一道电击，却没在海龟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但海龟嘴里冒出青烟，似乎受了内伤。虾滑这边又打出了一炮，海龟这时直接沉入海水，瞬间没了踪影。什么？他居然跑了！看来这只海龟智力也发生了变异。吉娜，你追下去看看。吉娜没有犹豫，瞬间犹如一道闪电进入。虾滑这时来到了沙雕旁边，此时的沙雕没有丝毫动静，跟嘎了一样。但随着虾滑一瓶2级红药水喂进去，沙雕也是醒了过来。你的宠物对你非常感激，忠诚度提高18%，目前100%，达到满额之后，宠物对主人会绝对忠诚，不可能叛变。刚才那个海龟逃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你小心一点，不要跟他硬刚，拿肉跟人家龟壳撞，不知道你咋想的。不一会，吉娜也回到了虾滑身边。主人，那个海龟速度很快，在沉入海底的瞬间，我再次攻击到它了，但似乎对它的伤害并不大，之后还是被它跑掉了。我知道了，没事，不管它，先休息一会吧。航海求生大天灾出现100米巨型海兽，沙雕第一个发起进攻，可下一秒沙雕就被打飞出海面，巨型海龟还把虾滑的帆船撞飞了数米远。稳住帆船后，虾滑打了一炮过去，吉娜接着也补了一道电击，巨型海龟瞬间嘴吐青烟，受了内伤，2秒半钟后就潜入了海里。就当虾滑一行人继续前行的时候，海龟又偷摸的追在了虾滑帆船后面，随后一下就把虾滑的船撞飞了起来。这个王八还真是跟我干上了，幽能防御罩还剩6次充能，这老王八一直在海里面偷袭也不是办法呀。对了，我可以试试强化护目镜啊。随后虾滑拿出护目镜，使用了最后2张卷轴。蓝色品质的护目镜加2，提高1.4%的命中率，同时强化你的目力，能够对一般的物质进行透视。随后虾滑戴上护目镜往海里看去，海下200米，一只体型巨大的海龟正盯着帆船。之后虾滑走到了幽能火炮处。周灵瑞，你去控制帆船，我们继续逃跑。周灵瑞听话的控制着帆船逃跑，可巨型海龟按耐不住了，瞬间冲向帆船，戴着护目镜的虾滑直接炮过去。海龟又损失了3%的生命值，随即海龟转头向海底逃去。虾滑这时又是一炮轰出，命中海龟后也是带走了他最后一丝生命。沙雕几分钟后拖着海龟浮出了水面。